叫精神杯，就是士林区的板块就是一个鲸鱼，所以我们就叫精神杯。金门这原来叫四甲内，那因为比赛队伍越来越多，所以就改来目前这个地方百灵码头这个地方。龙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运动。那在 FB 我看到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在划龙舟，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询问。那另外呢，在过了半年之后，就有同学邀请我参加龙舟队，立马参加。我是政大 EMBA 的玩水社的社员之一，因为很喜欢玩水嘛，所以我们除了 SUP 啊、游泳啊等等的活动之外，我们也参加了精神杯的比赛。那因为来自全省各地的强队呢，都会聚集在我们的社子岛的百灵码头，一起比力量跟比团队的精神。那刚开始是我老公划，那我都在岸边看，我越看越觉得越有趣，说哦，这个龙舟是不参加真的太可惜了。对，而且其实第一次，我看龙舟赛的时候就是精神杯。政大龙舟队呢成立到现在第10年。那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来参加这一个精神杯的比赛。龙舟对我的意义，我觉得找到我的人生目标。我觉得我有很健康的运动，那我有一群非常有革命情感的学长姐，除了一起划龙舟之外，不管休闲、旅游、聚会都会一起参加。我觉得这是非常觉得很大的一个收获。划了10年哦，那我担任过桨手，也担任过鼓手，也担任过舵手。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角色，怎么跟大家合力，10个人也好，或是20个人也好，怎么变成1个人，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那在这边划龙舟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家人就会来加油、起跑，砰一声，他们这样追着，拿着那个相机这样追着跑，一直跑，大声的欢呼。我觉得哇，那个过程就是。他不是只是我在比赛，他是全家人都在帮我比赛。我觉得那个情感连接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他对我们这种所谓乐龄的选手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全身性的运动啊，对我们身体有帮助。那另外呢，跟你的好朋友，你在划船的朋友，也可以借由这个划船的机会呢，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情谊。女子队来讲，我们目标就是在这次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成绩的展现。我们50家第一次合体，参加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比赛，所以我们练了将近7、8个月，我希望我们可以展现最好的成绩。没有最精彩的比赛，只有永远都很精彩。跟往年一样，都想拿冠军啊！但是我知道呢，每一年都会被检讨啊，所以这个也是参加这个龙舟有趣的地方了。但是如果能够赢了一场比赛呢，同样在那个当下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这个鼓励啊。因为去年开始有转播嘛，那整个赛事它的强度跟曝光率都很高。那精神杯的比赛跟端午节的比赛不一样，因为端午节一半的队伍几乎都是玩票性质，那人在精神杯参加的队伍都是平常有在练的，所以它强度会比较强一点，跟一般的民俗性的那个端午节比较不一样。好，各位观众午安，欢迎回到直播现场。我们一起来到社子岛的百灵码头，也就是百灵桥左岸河滨公园，一起欣赏2025年第20届精神杯龙舟锦标赛的下午赛程。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天气，现在是温度30度C，那湿度60%，然后风速是每秒3公尺，那还算是一个轻风的阶段。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杨东远，那很高兴能够一起陪伴大家欣赏下午的精彩赛事。好，那我们经过上午的那个预赛啊，预赛是每组取1队晋级之后，那我们接下来会进行下午的败部复活赛。那败部复活赛呢，一样是会每组再取1队晋级，也就是说每一支的队伍几乎都会有至少2次的参赛的比赛的过程。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败部复活赛的第一组。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公开女子组的300公尺。那第一道是台湾风暴，那第2道是 SBT。那台湾风暴呢，刚在预赛的阶段呢是以1分45秒，然后 SBT 是1分59秒。
好，那比赛开始，我们来看这一次的比赛。好，因为对两队来说都是最后的背水一战了，应该就是要全力以赴。好，那我们目前看到第一道的台湾风暴取得领先。那台湾风暴呢，也算是去年2024年的女子组的季军，也是实力相当坚强的队伍。好，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双方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很接近哦，有得拼哦。好，目前第一道的还是稍微取得一点领先。好，那恭喜我们的第一道的台湾风暴，那取得晋级的资格。哇，两队的那个秒数差距没有像预赛的成绩有落差那么大哦。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我们看一下精彩的回顾。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风暴成绩，哇，大家成绩都大幅的增长。那现在台湾风暴是以1分20秒89，那 SBT 是1分21秒79，真的是非常接近。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组的败部复活赛呢，是由铭传大学独角鲸对上广陵工程。好，我们刚刚广陵工程在预赛的成绩是1分46秒，那铭传大学独角鲸在预赛的成绩是1分51秒。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第一场的败部复活赛呢，哇，大家的成绩都相较于预赛有大幅的提升。
不管是最后的背水一战，一战定生死，大家就毫无保留的冲到底。好，我们现在下午的天气也算是相当的舒服，没有什么太阳，然后微风徐徐的吹着。那也欢迎大家，就除了我们收看我们的直播之外，也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这个比赛的氛围。那现场观赛又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因为精神杯已经经历了第20年的传承了，对吧？所以它也拥有丰富的历史也传统文化。那算是我们每年在台湾在龙舟赛事里面，是算是从过年之后第一个赛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败部复活赛的第1道是广陵工程，然后第2道是铭传大学独角鲸。好，一样2支队伍只能够有1支晋级到后面的准决赛。好，比赛开始。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广陵工程，开头还不错。可以看到，我们到了败部复活赛的阶段，大家的那个频次也加快了。好，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第1道的广陵工程，大概领先至少半个船身。好，我们来看一下铭传大学独角鲸能不能够后来居上呢？好，目前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准备进到终点。好，我们恭喜第1赛道的广陵工程取得晋级的资格。那当然也谢谢铭传大学独角鲸的这一次的赛事的参与，我们遭到淘汰。回顾一下精彩的片段。小丽跟着我们，哇！你赔死，跟你讲，赔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绩。那我们的广陵工程是以1分18秒，然后铭传大学独角鲸是1分22秒，哇，都是一样是很优秀的成绩。
好，那我们待会接着要进行的是公开男子组300公尺的败部复活赛。那我们待会男子组的败部复活赛呢，一共有8支队伍分3组，有旭元武士家、小拉玛、台北 U60、南极冷冻、罗东龙跟台北 U50，还有铁甲勇，还有台湾风暴。好，大家还是保持着笑容，很开心的参加完这次的比赛。好，我们看到这个男子组的败部复活赛。那第一道是台北 U60，那第二道是萨拉玛龙舟，那第3道是旭元武士家。那这一组应该也是会非常激烈哦，因为刚刚在预赛的成绩，旭元武士家跟萨拉玛算是成绩相当接近，都是1分29秒。那他们分别在预赛的时候只以0点几秒之差屈居第2，所以现在来参加败部复活赛。好，比赛开始。哇，我们看到这3队，哇，几乎是齐头并进啊！好，我们第一道的是台北 U60， 第2道是萨拉玛。好，目前看到算是第3道的旭元武士家保持着领先，萨拉玛紧追在后，没有落后太多。好，要看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好，旭元武士家目前还是保持着领先。来到终点了。好，我们恭喜我们的第3道的旭元武士家取得晋级的资格。哇，也是战况非常激烈的一组，并没有差距太多。所以我们想必的成绩一定是比预赛更快的。好，我们来回顾一下精彩的画面。好，我们在败部复活赛呢，就是大家都毫无保留的全力冲刺了。
那今天的赛程呢，对大家选手们来说，体力的考验是相当的大，因为甚至有的队伍就要比到3场，甚至到4场。好，这是我们刚刚取得分组晋级的旭元武士家。哎，不错，大家都会看镜头。我们下一场请泰都政治大学以及 TFA 请准备。哇，非常的整齐一致。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成绩，旭元武士家以1分09秒，哇，相当优异的成绩。那萨拉玛是很可惜，是以1分10秒屈居第2。那台北 U60 1分14秒，也都还不错。那只是很可惜，还是遭到淘汰。好，我们恭喜旭元武士家。哇，所以我们看到在败部复活赛呢，大家几乎都把秒数再往前提，就加快了大概20秒左右的差距。好，在场上全力拼战的选手们都是最帅气的。好，那我们接着下一组的败部复活赛呢，是由南极冷冻、还有罗东龙、还有台北 U50。因为我们比赛也有直播啊，所以很多队伍的选手呢，就可能会随时马上透过我们的直播画面，赶快来做一下回顾，来做一下检讨改进的地方。好，我们看到这一组的败部复活赛，那第一道是罗东龙，第2道是南极冷冻，那第3道就是我们的台北 U50。好，那我们的罗东龙呢，在预赛的成绩是1分51秒，那南极冷冻是1分27秒，蛮快的。那第3道是，还有台北 U50是1分29秒。也是很有的拼哦。好，我们这场比赛即将要开始哦。好，那因为我们这是竞技龙舟的赛制，也因应了接下来世壮运的龙舟。那我们这个竞技的龙舟赛制呢，就是跟传统龙舟比较不一样，就是差别在于没有夺标手，然后以及那个龙舟的船身也比较不一样。那传统龙舟就是木头的，是船身会比较重一点。那竞技龙舟就是碳纤维制的，船身比较轻，速度就比较快。
们3队准备就绪喽。好，出发。好，一样是毫无保留，一开始就全力冲刺。看到这个画面上是第1水道的罗东龙，那第2水道的是南极冷冻。好，第3道是台北 U50。目前看到保持领先的是，第1道跟第2道非常的接近哦。哇，很有得拼哦。现在胜负都还很难说。哇，全力冲刺了。好，准备快到终点了。哇，这个相当的接近呢。那我们可能要待会透过我们的那个大会的成绩来确定一下，到底晋级的是哪一支队伍。哇，一场精彩的比赛。哇，这是胜负就是在那一瞬间呢。我们看一下刚刚的精彩回顾。大家同舟共济，全力拼到底。不要离开，请到我们上下船码头找一下陈尚理事长，有事要麻烦您，谢谢。好，我们来看这组的成绩，哇，真的是相当接近啊！南极冷冻以1分07秒50啊，惊险的击败了罗东龙，哇，只差了0.3秒。那台北 U50是1分10秒。哇，真的就是胜负在那0.几秒的差距啊！但是我们感谢3队缴出一场精彩的对决。所以这也的确是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哇，我们刚刚在肉眼上很难判断说到底是获胜的是哪一支球队，因为这描述就是在那0.03、0.几秒的差距而已。请下一场的爱慕尼经典水上乐园以及经典水上特务，请准备。好，那我们男子组的300公尺的败部复活赛呢，剩下最后一组。最后一组将是由铁甲勇对上台湾风暴。好，我们第1道是台湾风暴，第2道是铁甲勇。那台湾风暴呢，在预赛的成绩是1分30秒，铁甲勇是1分28秒，哇，实力相当的接近。
好，准备就绪，出发。好，刚刚两队的水花都相当的漂亮。哇，频次也很快。哇，双方互不相让啊！哇，这真的是一场精彩对决了。刚好经过我们主播台前方，哇，两队算是齐头并进哦。哇，一场精彩的对决，到底谁会赢呢？哇，毫无保留冲刺，准备快到终点了。哇，到底谁赢呢？哇，看起来好像是第一赛道哦，第一赛道的台湾风暴。哇，也是非常接近的。哇，待会我们来看到大会给的成绩，应该又是0点几秒的差距了。哇，一场精彩的比赛。那相信无论对哪一队来说，都一定是没有留下遗憾了。因为我们就是运动比赛，就是至少你在过程中一定是先全力以赴拼到底，才不会有遗憾。好，我们看一下这精彩的回顾。哇，真的是很接近呐！是台湾风暴还是铁甲蛹呢？哇，那恭喜我们的台湾风暴以1分10秒99。那惊险的击败了铁甲蛹的1分11秒25，哇，又是只差0.25、0.26秒而已，哇，相当接近的比赛。啊，恭喜台湾风暴，啊，也感谢铁甲蛹的全力付出。好，那我们男子组300公尺的败部复活赛也到此结束。接下来会进行的是公开混合组的败部复活赛。那男子组的准决赛呢是预计在2点05分之后开始。哇，选手们辛苦了。大家都还不错，拼了2场，都还是笑容洋溢。好，那因为我们待会公开混合组的败部复活赛呢，队伍数也比较多，所以我们总共会有6组的赛程。那我们败部复活赛的第1组的赛程是由 Wolf 等某狼，还有摆渡人，还有 OMD 我们划得来，先进行对决。看到现场的观众也越来越多了。
大家都惜家带眷的来欣赏比赛，啊，也为可能他们认识的亲友们来加油打气。那我们这一组的3队呢 ，Wolf 等某狼，预赛成绩是1分40秒，摆渡人是1分35秒，那 OND 我们划得来是2分14秒。好，我们看到这一组的第一赛道是 Wolf 等某狼，然后第2赛道就是摆渡人，第3赛道就是 OND 我们划得来。啊，选手准备就位喽。好，我们请罗东龙的选手，我们今天要往两侧靠拢哈，我们保持中间车道通行。谢谢配合，前面前后都有脚踏车哈，我们请在岸上观赛的朋友，请注意来往脚踏车哈，你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好，比赛开始，出发。进行的是无缝合组的半复活赛，由第1水道的Wolf丹博狼以及第2水道的摆渡人，还有第3水道的 OMD 我们划得来。好，目前画面上看到的是第1水道的 Wolf 等某狼，那第2赛道是摆渡人。目前看出来，摆渡人的算是取得领先。那还有第1赛道的Wolf等某狼，Wolf等某狼目前大概领先3个桨手的位置，开始加速喽。好，那目前这一组就是看这双强对决了。那第3赛道的 OND 我们划得来，算是比较落后，但是没有关系，相信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参赛经验。好，这一组就是看这2队的对决，目前看起来应该是 Wolf 等某狼取得领先。好，准备到终点了。好，那我们恭喜 Wolf 等某狼在取得这一组的晋级资格。好，我们刚刚最后一队 OMD 我们划得来，对，也是有运动家精神，坚持到最后，感谢他们的参与。相信以后在累积更多经验之后，应该会把成绩再往上推进。好，我们看到他们还是很开心能够参赛，哇，大家还是脸上洋溢着笑容。好，我们看一下刚刚的精彩的画面回顾。第2赛道的摆渡人很可惜啊，以些微之差。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是蛮接近的哦。那我们还是待会是以大会公布的成绩为准。应该可能又是不到1秒的差距吧。好，我们准备来看成绩。
好，那恭喜我们的等某狼，Wolf 等某狼以1分14秒取得晋级。哇，真的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分也是相当接近。摆渡人是1分15秒。啊，大家几乎每个人都是笑容满面，很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盛会。对，大家一起在同一条船上拼搏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们看到整齐的制服，一致的动作。好，那虽然我们刚刚这一组被淘汰的是我们划得来，但是相信对他们来说，参加这次的赛事，这个宝贵经验一定也是非常划得来的。好，我们下一组的败部复活赛呢，是由派多 Zelos 啊，还有政治大学，还有 TFA 这3队在同一组。派多 Zelos 是预赛成绩是1分38秒，政治大学是1分40秒。我们的 TFA 是1分47秒，也都没有相差太多。那其中 TFA 算是去年精神杯的季军。好，目前我们画面上看到是2支队伍。还在等待中。
好，现在是应该在等待第3支队伍的入列了。好，我们的龙舟赛呢，现在龙舟运动真的是已经全民参与了。今天早上呢，在访问的过程中也有提到，哇，他们都是一个礼拜会有4天，一大早就起来训练，然后还包含到做重训的过程，所以大家都变成成型人了。因为一大早大概5点、5点半就开始训练，然后大概可能到了7、8点，那有的人甚至也都还是上班族，然后就接着去上班。然后让生活作息，然后变成说都是早睡早起，生活又多了一个新的重心，跟一群伙伴一起享受这个运动，然后让身体更健康，然后也彼此有多了一个话题，大家一起训练，一起比赛，一起吃喝玩乐，一起享受生活。因为龙舟赛呢，它也就是讲究一个团队合作的，所以。就算是你只有一个人非常的突出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刚刚稍早老师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会尽量让团队是要大家互相配合，然后维持在一定的实力，所以变成都是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也是一大的课题。好，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小朋友，他们家人，为场上的选手们打气，为家长加油。好，我们现在看到3支队伍都就位了。好，我们第1道呢是 TFA， 第2道是派多 Zelas， 第3道就是政治大学。好，3队在预赛的成绩呢都没有相差太多，所以想必又是一场精彩可期的比赛。好，选手就位，好，出发。好，我们的桨手们顺着我们的鼓声，开始全力的划桨。哇，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保持着很一致的频率，很一致的节奏。好，目前看起来居于领先的是第1水道的我们的 TFA。好，那 TFA 也是去年的季军呢。好，现在开始展现出他们的实力，开始冲刺了，拉开差距喽。好，那2、3水道呢也没有落后太多，那还是会全力的拼到最后。好，但是我们看到第1水道的已经拉开差距，应该这场比赛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即将到了终点，通过终点。好，那么恭喜第1水道的 TFA 晋级。第2水道的是派甲 Zelas 取得第2，政治大学第3。好，我们回顾一下刚刚的精彩的画面。在每场比赛的过程中呢，那个鼓手会非常的重要，因为他除了最了解队上的状况之外，他也要去观察对手的状况，
什么时候该收力，什么时候该施展全力，他都会做出提醒。好，这是他们的第2场的赛事。待会在稍晚的之后，还会有接着第3场的赛事，对于体力上来说都是个很大的考验。看我们小朋友是看得很开心呢、应该全家都是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我们的 TFA 是以1分12秒取得晋级，那 Paddle Zelos 以1分17秒，那政治大学是1分21秒。那 TFA 的1分12秒又比刚刚上一组的 Wolf 灯魔狼1分14秒再稍微再快一点点。哇，大家非常的开心，享受这个过程。好，我们待会接着下一组的赛程呢，是由爱路迷，然后对上经典水上乐园，还有经典水上特务哦，所以同一组里面算是还有兄弟阋墙的戏码。好，那我们台湾呢，在全省各地的龙舟赛事已经非常的多了。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一组。那我们第一水道呢是我们的经典水上乐园，第2水道是爱路迷，第3水道就是我们的经典水上特务。我们爱路迷的预赛成绩是1分51秒，那经典水上乐园呢是1分34秒。那经典水上特务呢是1分49秒。那不过当然预赛成绩都是仅供参考，在进到败部复活赛呢，大家全力冲刺的描述又不一样了。好，比赛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第一赛道的是经典水上乐园。好，这是第2水道的爱路迷。好，我们看到现在目前领先的2队是第1水道跟第2水道，非常接近哦，胜负还很难说。第2水道稍微领先一点点，但是差距没有很大。我们看到第1水道开始加速了。第1水道是经典水上乐园跟第2水道的爱路迷。已经准备要冲刺，快到终点喽！哇，2队非常的接近。好，看起来应该是第1水道的经典水上乐园晋级，但一样差距非常的接近。我们待会再透过大会的提供的成绩来做最后的判读。
片回顾。好，那是我们的爱洛迷，爱洛迷也是一群热爱跑步啊、三铁的人士啊。我们现在水陆两栖。好，我们准备来看成绩。好，结果我们获胜的是我们的经典水上乐园，以1分20秒取得晋级。那爱路迷以1秒之差，1分21秒落败。经典水上特务呢是1分26秒。然后恭喜我们的经典水上乐园。好，目前在败部复活赛晋级的3队呢，1分14秒、1分12秒、1分20秒。好，因为我们混合组的赛程呢，女性的桨手都是至少需要6位以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和谐、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啊，大家都保持着笑容，不论性别，大家一起努力。好，那我们下一组的赛程呢，应该是会有2支队伍，一个是 Black Tide， 一个是金比罗丸。哇，现在天气开始太阳有点出来咯。所以无论是观众或者是选手，大家要做好防晒，然后以及要补充水分。好，我们这一组的 Black Tide 呢，他们在预赛的成绩是1分35秒。那金比罗丸的预赛成绩是1分29秒。
所以应该也是实力接近的一场对决。好，我们第一赛道呢是金比罗丸，第二赛道就是 Black Tide。好，双方选手准备就绪了。好，出发了。好，速度开始带起来了。我们第一水道的是金比罗丸，第二水道是 Black Tide。哇，果然双方实力相当的接近哦。哇，目前是齐头并进的状况，还分不出胜负啊。哇，非常接近的。哇，这要拼到最后一刻，目前看起来好像金比罗丸稍微领先了一点点。双方的节奏跟频次都非常的好。好，两队要坚持到最后，已经快要冲线，快到终点了。好，那看起来应该是我们的第一水道的金比罗丸取得了这一组的胜利，取得晋级。好，我们看一下精彩的比赛回顾。好，我们来等待大会公布成绩。原本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金比罗丸以1分15秒取得晋级。那 Black Tide 1分16秒，也是非常的接近。我们恭喜我们的金比罗丸。哇，这两队的成绩算是刚刚的这4组里面算是成绩相当不错的。那只是可惜 Black Tide 还是遭到了淘汰。好，大家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很高兴能够欢迎我们的中华民国龙舟协会的副理事长冯建堂先生。冯先生你好。你好，大家好。好，那感谢副理事长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讲评。那待会再请冯理事长呢，都为我们分享一些精彩的战况跟一些精彩的讲评。好的。好，那我们请教副理事长，那关于今天这场的比赛啊，那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已经很多支的，无论是公司行号或者是很多学校的队伍都已经来参与这个龙舟的运动了。那您对于现在这个龙舟运动在台湾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跟展望呢？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在龙舟这一部分发展的非常好。对。现在以前呢，那个所有的全国项目都没有龙舟。对。然后现在包括全运、全中运，全运、全中运、全民运，对，还有亚运也是上个月才比完的原住民运动会。对，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然后都有龙舟项目。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目前这边7月要派到参加世界杯的队伍，包括50加、60加的，然后加上混合的。这里这一次参赛的队伍大概有4队到5队吧。我们就尽量把他们派出国去参加世界杯啊、亚洲杯啊，让他们出国去比赛，然后有更多选手有更多的经验。对。每一次端午节的比赛，尤其是这个月算是很重要的一个月。对。这个月等于是我们北部的龙舟赛的很重点的一个月。哇。由社子岛这里开始。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世壮运，世界壮年运动会。对。然后新北是比12人级的，然后接下来台北比那个木船木龙，然后新北那一个12人级是竞速艇，就是材质不一样。对对。然后接下来又接着比端午节的比赛。哇，这是非常的紧凑的赛程。对。每年端午节呢，台北这边都有200-300队。哇。然后这边呢，社子岛这边以前大概都是20-20队、20-30队，然后随着时间推移，然后越来越增加队伍，然后到现在最多的时候，有时候会以前只比1天就好了，现在不行，一定要比2天。对，现在参与度真的越来越高了，这是全民运动啊。对，然后现在有上班族的啦，上班族的喜欢这个运动的，因为他人多，它是一个多人的运动。对，所以上班族的也特别喜欢。就他们可以利用礼拜六、礼拜天啊，就可以组一队啊，公司行号啊，他们就可以同事啊组一组，然后一起来划龙舟。对，这增进大家的感情，然后也一起那种为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感觉。对，我们里面有很多是同一个公司，就在同一个队里面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一组的那个败部复活赛。那第一水道的是划一脚，那第二水道的是创有一条龙，第三水道就是我们的领袖100。好，那在预赛的成绩呢？我们的划一脚是1分40秒，那领袖100呢，他们是1分52秒，那创有一条龙是1分45秒，在预赛成绩都非常的接近。那不过因为预赛成绩算是仅供参考啦，因为刚刚我们看到在败部复活赛之后，几乎每一队的成绩都往前提升大概15到20秒。因为他这里你预赛的时候他是退潮状态然后现在下午决赛都是涨潮状态也受到潮汐的这个影响，就是对，受到潮汐影响这个水流也变快了。对，然后水流变快的话，因为那个涨潮的话变成这边是第一水道，第一水道这边会有一点点优势啊。如果实力相当的话，它是会有影响。哇。如果实力相差悬殊的话，当然它就没有影响。OK，好，我们来看一下比赛开始喽。好，我们第一水道的是划一脚，第二水道是创有一条龙，第三水道是领袖100。他们练到这个月来，你看这些上班族的，他们也可以划得很整齐对。就是我们这个看得出来，都是已经训练有素的队伍了。现在他们只练礼拜六、礼拜天，但是都有可以练一整年。我们基地基本上都是开放一整年让他们练的。OK。不管是这里还是新北的碧潭啊，都是一样。对。然后微风广场那边，对，都是让他们可以训练一整年了。对，哇，我们看到这一组的赛程也是相当的刺激，3队实力非常接近，目前稍微取得领先的是第二水道的创有一条龙。
都是上班族的。那这几年新的队伍，好，冲线了。那我们恭喜第2水道的创有一条龙取得我们的分组的第1晋级。好，因为在早上的那个访问的过程中呢，那早上的老师也有提到说，他们几乎一个礼拜就练4天，然后大家都变成那个早起晨型人，都是5点就起来这样子，非常的健康。像我们3月原住民运动会嘛，然后我们比方说我是带训练新北市的代表队，然后整个冬天都要练习。哇，然后问题是这些队员都是家庭主妇或者上班族，对，男生上班族，女生呢是家庭主妇，所以他们的共同时间是5点到6点，对，哇，就是共同可以练习的时间是5点到6点，所以一定要，我还住在新店呢，一定要4点多就起床，然后5点到碧潭去训练，对，然后刚好今年的这一次的冬天又湿又冷，冷的很久，然后湿的很久。哇，这很不容易啊。然后到了上个月去高雄比赛完，等于好像解脱了，不用那么早起，不用那么早起了。所以难免还是会想要睡晚一点。其实早起他们习惯就好了，他们习惯了，对对对，因为他们后来都说都是早起，然后也早睡这样子。对，他会累嘛，他累又要上班，对不对？对。然后一定会到晚上就没电了，对，会累啊，累了睡眠品质也会比较好。对，因为我觉得只要早睡早起，你不会熬夜的话，其实对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上了到了中高年龄，然后乐龄的这种族群，其实睡眠是很重要的。加上体能的消耗啦，体能消耗，对。你上班了要体能消耗，然后划龙舟一大早划龙舟要体能消耗，对。所以到了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就一觉到天亮了。OK，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这一组的成绩呢，创有一条龙是以1分16秒取得晋级，那领袖100是1分19秒，跟滑一脚也是1分19秒。好，恭喜我们的创有一条龙。现在呢，我们因为有师壮运的关系啊，你看我们壮年的队伍啊，你看创有一条龙，他们都30、40岁、40、50岁，对，有的50、60岁了，哇，对吧？这很不简单啊。所以这个运动在台湾也真的是很适合来推广跟普及的。因为我们台湾四面环海，然后又加上河川河流也多了。但是也不是说场地也特别好，但是可以划船的地方是蛮多的。对，像中部有日月潭啊，然后上个月原住民运动会是在莲池塘啊。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赛程。那第1水道的是陈旧哲，第2水道的是，好，我们比赛直接开始了。好，因为这一组还有那个 Talent Plus 的灵感龙 A 跟灵感龙 B 2队在同队厮杀，同组厮杀。好，目前看起来是第1水道跟第3水道，第3水道暂时取得领先，但是也是非常接近哦。一开始第3水道领先了，然后第1水道可以追上来。然后第3水道似乎他的技术跟超奖是比较扎实一点。好，那哇也是感觉非常的接近啊。
好，我们待会再透过大会的成绩来确定一下最后晋级的队伍是哪一支。好，有精彩回顾来看一下。要看终点线，要光摄影机有点谢谢的。啊，对，所以也是我们刚刚有好几场比赛都是非常的接近，都是他0点几秒的，所以我们在播完的时候也还暂时无法确定到底获胜的是哪一队。他视角，你听他88也是连续的。对。啊，不过对那个 Talent Plus 灵感龙来说，现在就是看其中一支队伍应该是有机会。啊，最后看我们最后差距到底是差多少？我猜应该都在1秒之内，0点几秒的差距。等一下，应该是台北市的端午节的比赛的场地跟世宗营的场地是在上面。大家和平公园。大家和平公园。然后今天下午好像是点睛仪式。点睛仪式它会传从七元宫那边经过这边，然后到那个大家和平公园。这也算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对。好，我们来等大会成绩公布。哇，那最后是以那个 Talent Plus 灵感龙 A 取得获胜晋级1分18秒，那成就者比较可惜1分19秒，那以及灵感龙 B 是1分27秒，那我们恭喜灵感龙 A 晋级。好，那我们待会接着进行的就是公开女子组的300公尺的准决赛。那准决赛有分成2组，总共5队。那第一组是有台湾拥抱，然后还有罗东龙跟广陵工程。啊，另外一组是由简丹华对上台湾风暴。好的，这几队女子组都训练相当一段时间了。对，所以应该蛮有看头的。对，因为我们看到去年的简丹华也是亚军，然后台湾风暴也是季军。台湾风暴去年端午节的时候，大家的场地是拿冠军。哇！当然每一年它会有成员的调度不一样。对。但是实力都一定在一定的水准了。因为训练到等于这个月都是比赛月了所以大家都训练差不多了。对。你看那个已经没有那个就7上8下那种。对，没错。队伍就比较少了。对。到了这个月来，差不多大家都可以，起码可以划整齐了。对。因为其实这支队伍有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这些都看得出来的。就是队伍他们划桨的一致性啊，频次的速度啊，然后那个节奏啊，对啊。对，然后的节奏啦，然后他操桨的深度啊、长度，然后还有那个。如果训练一段时间，就算我们这些上班族的，他也可以把桨操得很整齐啊。哇，有时候就是队伍，像我那个基地，那队伍就有30队。哇，30队。然后就几乎是会滑教不会滑的就好了，因为没有那么多很资深的教练可以教他们。所以大家都是经验的传承。然后他们也会去参加协会办的讲习啊。讲习 ，OK， 这一队好像是宜兰民宿的。哇。那也请教副理事长，就是您在参与这个龙舟运动已经多少年了？我17岁。哇。17岁，然后现在64。哇，这47年了。每年带队出国去比赛，差4到5次。就疫情这段时间就没有以外。
差不多每年都要出去4、5次。哇，然后带队出去，有带看不同性质的比赛，带不同性质的队伍出去。有时候会带国家代表队出去。那个大概就40几年吧。哇，真的40几年。哇，这是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相信理事长也一定看到，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台湾对于龙舟运动的发展，对吧？是越来越蓬勃嘛。对。然后当副理事长，应该是这一任当完，应该是第20年。哇，这也是任重道远啊！哇。然后划龙舟它基本上它不需要花什么钱。就你一个人你只要一件救生衣，然后一支桨，你就可以划一辈子。OK， 对不对？然后他们的装备就这样。对。然后器材嘛，船啊、舵啊，比赛场都有，训练场都有。对。你只要能借得到船，然后那个有船可以练就好了。对。然后他们的个人装备呢，就是救生衣，救生衣一件大概1000多块，1000块左右。所以算是入门门槛非常的低，很低。然后他们现在你看我们上班族的，他们也是拿卡泵的桨，就是碳纤维的桨。对。有没有？其实拿木桨也可以划，木桨现在也做得很漂亮啊。对。然后你看他们，上班族的，你要买一支卡泵的桨，最贵的也5、6千块就有了，6、7千块就有了，就比较好一点的了然后对一个上班族来讲，他有在上班，有在赚钱这钱也没差，他没差，对，有没有？然后问题他一支他可以用很久了。对，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准决赛的赛程，女子组。好，我们第1水道是台湾拥抱，那第2水道是广陵工程，第3水道就是罗东龙。好，那我们台湾拥抱呢，在预赛的成绩是1分41秒，广陵工程呢是1分46秒，罗东龙是1分48秒。好，现在来到准决赛的赛程，一样每组取1队晋级决赛。罗东龙这一队也算是很资深的队伍他们的队史也很多年了。很多年，好，好，比赛开始。好，速度带起来了。好，鼓手同时也在观察敌队的状况。其实鼓手这个不够专业的鼓手是啊。鼓手鼓手敲鼓，他是要看着整个队的起落。对。你不要看着别人的队在那边对乱敲，自己先掌握好。对。好，我们现在看到第1水道跟第2水道现在取得领先，但是也是非常的接近。第1水道是台湾拥抱，那第2水道是广陵工程。最后冲刺阶段了。台湾拥抱应该是今年要去参加7月份的法国世界杯了。好，那我们看起来应该是第1水道的台湾拥抱取得这一组的晋级，成绩应该也是非常的接近。好，那因为台湾拥抱呢，在预赛的7支队伍里面也是成绩最好的。我们看一下精彩的回顾。这一次我们派出的队伍是要去比
世界杯，在法国，哦，德国，德国的世界杯，在德国。然后因为在欧洲比赛的话，你必须要应付欧洲所有的队伍，因为欧洲啊，它变成每个国家坐大火车就可以到了，他们比较没有经费上的问题。哦，对，哦，你看它有几个那个划船大国都很猛的，那个德国本身，对，然后加上乌克兰、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些划船选手都是很厉害的，还要加上加拿大、美国，哇，所以他们没有长年累月这样练的，所以我们去年就把这些队伍选拔出来，然后就是你要有这一年的时间，你必须要好好去练。哦，好，你没有好好练的话，有没有去你拿不到牌啊？对，所以集训的时间也拉长了。哎呀，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啊，台湾拥抱以1分16秒取得晋级决赛资格，那广陵工程1分16秒，哇，只差0.6秒。那罗东龙是1分23秒，那广陵工程就比较可惜一点，但是他们待会应该还是有取得，还是有机会再拼一场，对。他们是签2晋级嘛？对。所以我们刚刚台湾拥抱是直接先晋级到决赛，那广陵工程都还有机会再拼一场。好，我们看到选手被比赛完都还是可以笑容满面，对，大家都很享受这个比赛过程。300公尺还没有滑到快往生啊，还不会快往生啊！想说已经那个到准决赛阶段，应该是全力冲刺的。没有，他们这个有练习到一个程度啦。哦，就难不倒他们。对啊，尤其广陵工厂跟那个台湾拥抱啊，这个已经练很久了。哦，那你只要有长时间的练习的话，它肌耐力跟肺活量会随着你练习时间在进步。对，所以300公尺是完全在他们负荷里面。哦 ，OK， 那个不会说滑到眼冒金星，滑到眼冒金星是没有练，然后突然要滑个500公尺。哇，那可能最后滑到的脸色都会苍白这样。对。那个端午节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种状况。哇，这种状况，对。好，那我们刚刚感谢我们的副理事长陪我们一起经过了这几场的精彩的比赛。那我们也请副理事长呢，针对我们刚刚的比赛，也做一点精彩的讲评。那个台湾拥抱呢，跟广陵工厂这一队女子组的有没有？这2队都是训练比较有素的队伍。对。然后其实罗东的他们是蛮有历史的一支队伍。对。女子组我倒是第一次看到啊，罗东的队伍它是大部分是男子组。OK。然后只要透过他们有长时间的练习，300公尺都是在他们负荷里面。OK。所以你看他们滑完有没有，还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啊，如果没有练习的话，可能就比较不行。好，那我们先回到场上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组的准决赛的赛程是由第1水道的简单滑对上第2水道的台湾风暴。现在比赛接着紧凑进行，哇，双方实力也是相当的接近。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第1水道的简单滑，哇，也是感觉很接近哦。好，一样是我们待会可能再透过大会的成绩来确定到底是谁晋级。但因为这一组只有2队，所以输的那一队都还是有再拼一场的机会。好，我们看一下刚刚的回顾。
风暴在预赛成绩是1分45秒，简单滑的预赛成绩是1分49秒。我们看到了准决赛阶段，他们的成绩简单滑，我看他们也不简单哈。哦，对，很不简单。对，去年的亚军。好，我们看到成绩，哇，时间也是相当的接近。简单滑以1分22秒取得晋级决赛的资格。啊，台湾风暴1分23秒，但是他们也可以待会可以再拼一场。先恭喜简单滑直接晋级决赛。这五队，包括刚刚上一场，然后加上那3队，加上这一场这2队，他们的实力都还不错。嗯。好，我们待会紧接着进行呢，就是我们的公开男子组的300公尺的准决赛。不好意思，应该是公开男子300啊，对，300公尺的准决赛，没错。好。好，我们待会的准决赛的第一组呢，会是由肖邦 Japan， 然后对上真理大学，还有对上南极冷冻。那第二组呢是由 Hook Sports 对上台大 EMBA 对上台湾风暴。那第三组就是由旭元人对上旭元武士家。那一样是每组取1名晋级。因为像50、60岁的哈，尤其是50、60岁的，50、60岁的，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当过国手，因为没有机会当，因为以前龙舟根本没有亚洲杯锦标赛，我记得是从我们台湾第一次参加亚洲杯是从2002年开始，开始参加第一次亚洲杯，那时候亚洲杯也才第5届，哦，呵呵，然后那个我们。等于是我们50、60岁这一代的人有没有？我那时候已经是当教练了，然后带队出国也是去是以教练的身份去带队参加比赛，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当龙舟的国手的时间几率之没有啊，对。然后最近呢 ，IDBF 呢，最近这几年把那个50加、60加的，把它加入在世界杯里面。对，就是说你也可以组50加的、60加的。那变成说我们协会这边呢，他就会去选拔这个50加、60加的。对，50岁以上的、60岁以上的，对，让他这些年纪的有机会圆一个国手的梦这些人50、60岁这些人，他可能划龙舟都跟我一样划了20、30年、30、40年了。对，但是没有当过国手。没有当过国手。那接下来有这个机会的话，而且加上他们的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是50、60岁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所以他们要去欧洲比赛，反而去参加这些比赛有没有？他就怕没有参赛，他不用怕没钱啊，对对对，我要带学生出去还要帮他募款哦，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烦恼，不一样的烦恼，真的，学生年轻比较好训练哈，然后但是这些50加、60加，他们都不怕早起，对，然后也不怕缴钱，对，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是想要这个机会的，钱不是重点的，因为我们那个单项的锦标赛啊，国家补助并没办法说你每个项目每个队都派有没有？我国家有办法补助你那么多钱啊，对，所以它一大部分都是要自费的。对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呢，第一水道是南极冷冻，那第二水道是真理大学，第三水道是肖邦 Japan。这是公开男子组300公尺的准决赛，那取1名晋级。好，比赛开始。这3队有的拼了。对，好，我们南极冷冻在预赛成绩是1分27秒，真理大学是1分29秒，那肖邦 Japan 也是1分29秒，哇，都相当的接近。
啊，如果实力相当的话，水道的话就有一点差别。哇，那就要看第一水道了。对，第一水道是南极冷冻，看他们能不能取得优势。真理大学他们是训练很有素的队伍。哇，好，目前看到也是真理大学取得领先哦。对。然后这边的舵手，他是可以大卫他的舵手是可以助滑，这个是活动舵。对，有没有？哦，对，他可以帮忙滑的。好，第一水道的南极冷冻也在追了。好，到了最后阶段，准备要冲线了。那个真理大学。好，那我们恭喜这一组呢，真理大学取得这一组的第1名，取得晋级决赛。哇，也是很接近的。所以这些队伍呢，现在拼完，然后接下来还要拼世壮运，对，然后接下来还要拼端午节。哇，这个月的强度拉得很高。就是强队，你到世壮运的时候也会碰在一起。对。然后最后几场，你只要能够撑到决赛，就会碰在一起。对对对。然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也是一样，到后来也是会碰在一起。对。除非那个签运特别倒霉，然后一抽签就碰到那种第1名、第2名的队伍跟你同一组，有没有？对。被淘汰掉。就很可惜啊。要不然有实力的队伍，大部分都会撑到最后。对。因为他还有复赛嘛，不可能2场都那么倒霉。对。龙舟啊，以前我17岁在滑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澳洲来我们来滑，以前叫中正杯啊。然后以前澳洲队来我们这边滑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他们老外都不太会划龙舟？哦，然后没有经过几年哦，你会发现老外越来越强。对。然后到了我记得去雪梨世界杯的时候，那个19个国家有没有？然后我们亚洲的队伍啊，只有澳门拿1面铜牌，其他都没有。OK。亚洲队伍全部死光光。哇 ，OK。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的成绩。我们真理大学以1分08秒取得晋级决赛。那南极冷冻是1分10秒，以及肖邦 Chapin 是1分11秒。啊，恭喜真理大学。这几队都不错的哈。对。那这样刚刚在其他国家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进步的那么快速？因为本身划船哦，老外他的体型有没有？像我们蜻蜓啊、西式划船啊，然后你说要在奥运里面拿到奖牌，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你看我们奥运有人入选到奥运，已经有那个资格进去奥运已经很好了。但是要真的拿到前3名的奖牌，就非常非常的难。OK。他有体型上的优势。对。好，我们来看到这一组的赛程。那第1水道呢是 Hook Sport， 那第2水道是台湾风暴，那第3水道是台大 EMBA。好，那第1水道的 Hook Sport 预赛成绩是1分27秒，台湾风暴是1分30秒，台大 EMBA 是1分48秒。好，比赛开始。好，目前看到应该是第1水道的状况不错。你看每队都很整齐啊。对。到这个月来都是。对。然后这个交股都是，现在就是我们的全国性的比赛或者国际的比赛都会要求你一定要击鼓。有没有？对。
像那个第二水道要敲鼓边啊，那个都不太对了，有没有哦，OK，把鼓边给敲坏了。哦，对，对，我们很明显听到它是敲鼓边的声音，对。对，然后那个很容易造成违规哦。哦。所以我们现在到国外去比赛，或者自己协会办的比赛，或者全国性的比赛，我们都会强调你一定要积极的击鼓。嗯。不管是 ICF 或者 ITBF 都一样。啊 ，OK。好，那我们恭喜应该是第一水道的 Sports 啊，取得这个分组的第一晋级决赛。那第二的是台湾风暴，那第三的是台大 EMBA 也到终点。划龙舟呢，比方说我们接到的人才，人才优先选，有没有？然后到端午节的时候，各队都在组队啊，各队都在缺人，对，哦，然后所以没得选，所以平常呢，你如果会拿到前几名的，都是平常就已经组队好了，平常一直有在一起训练。对。你说临时组队的有没有？大家都缺了，而且到报名快截止前呢，如果能凑到人已经很不错了。对，没有办法再去选材。对啊。我那边呢，这边上班族的他们划船，它变成是一种习惯。但我看每一次你训练礼拜六、礼拜天而已。你要拿前几名、前三强，有时候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对。但是呢，他们还是乐此不疲的参加社子岛的、参加花莲的、参加高雄的。对。哪里有报名，哪里有比赛，他们就去报。对，没错。参加新北的，参加台北的。对。参加世壮运的。对。难得世壮运在台湾。台北比赛。对。他们我看他们都全部报名了。对，这一定要参加的。对。然后他们真的为了要抢第一名嘛，也不是。他们也知道不太可能。但是他们就是一个 team 这样子玩起来，他们很好玩。对，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Hook Sports 以1分09秒取得晋级。那台湾风暴1分12秒，台大 EMBA 1分24秒。好，我们先恭喜 Hook Sports 晋级决赛。那 Hook Sports 是1分09秒，跟刚刚上一组晋级的真理大学1分08秒，哇，相当的接近。所以决赛有看头。对，男生会竞争的会比较激烈一点。好，那我们等一下下一组的是由旭元人对上旭元武士家，哇，那应该也是算是同门师兄弟的那种感觉。他们就是50岁以上的老头。哇，看起来不太像啊，都气色都很好，看起来都很年轻。还是有黄州的看起来比较年轻，身体都很健康。对。其实气象报告说今天要下大雨了。哦，对啊，刚刚本来是看说好像下午会有一点雷阵雨这样，但是还好。还好啊。对。然后反而凉凉的哈。对，这种天气是最舒服的。就没有大太阳晒。哇，那这样龙舟选手在冬天的时候的训练就比较辛苦了。一大早这个寒流来的话，那个哇，真的很辛苦，而且不练就不行，下雨也在练。哇，你知道一大早那种温度有没有？冬天呢，一大早河边的温度跟你家里的温度是差很多的，差很多的，对。然后加上那个风啊，对，然后加上雨啊，对，有没有？哇，这个真的会不想出门啊。然后最冷的时间一般都在4、5点、5、6点了，没错。清晨，你看那个创低温啊，都是在清晨啊。对。所以那个早上在河边在教他们划船，真的是很冷。哇，那时候也是意志力的考验呢。因为没办法，他那个，比方说原住民运动会，它是在3月。
2年一次。嗯哼，然后全中运它在4月，嗯，所以你没办法把原住民运动会调到3月。啊，对，然后因为调到4月，4月因为它有原住民运动会，接下来就端午5月、5、6月了，嗯，有。对，然后再接下来就不适合办龙舟赛了，因为7、8月台风季啊，啊，对，有没有？对，也不太适合办那个国际性的比赛，嗯，因为国际队伍一来，结果台风取消哇，那真的很麻烦的。对啊，很麻烦。对，所以大部分后来就是会演变成现在，比方说社子岛这里，它到了11月、10月以后，它会再办一次。哦，然后当然那个距离会加长啊，加长很长，跟这一次的距离不一样。对，因为这次只有200公尺跟300公尺。对，他那接下来那一次可能就是200或2000，或者那个500、2000这样子，哇，他会加这种环绕型的比赛。哇，花莲啊，花莲通常在10月，它有一个花莲的环太平洋的比赛。对，然后还有再加上高雄，对，它高雄的城市杯嘛，城市杯它还会再办一次。对。大概7、8、9这几个月份有比较不适合办龙舟赛，因为水域的那个不确定性跟天气那个天然因素啊，对，那个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对。好，不过对于这些选手来说，还是能有那么多项比赛可以参加，也是一个福气啊。他们等于是就真正洪水来了不能练了或者休息然后其他时间洪水退了，他们又继续滑。他们现在把周六周日来划船的运动有没有？就像我们习惯慢跑的人一样，他就没事他去慢跑啊，骑脚踏车啊，对。那只是喜欢的人不一样他一接触到划船有一个团队的话，他就会持续在划船。对。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划船，因为夏天我比较不喜欢爬山。OK。好，我们看到这一组的赛程是由第一水道的旭元人对上第二水道的旭元武士家。好，比赛开始。水里也比较凉快啊。对，哈哈，对。好，旭元武士家是刚刚在败部复活赛取得晋级的。这个也是长年累月都在练习，都在滑。对。他们都一大早。哇，感觉这个是兄弟阋墙啊。他们也都会参加那个50家的世界杯的选拔赛，他们都会参加。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第一水道的旭元人稍微领先。如果持续花个几十年，有没有？他们的讲法算是他们的超讲技术算是最熟练的。哦，好，抵达终点。体力都不一定。对。不过他们要这样练我感觉他们也比他们同龄的要健康。对，没错。好，那我们应该是恭喜第一水道的旭元人以些微的差距取得晋级。这个秒数差距应该也是在1秒之内，非常的接近。其实他们这个你在办比赛的时候，有时候要注意这些小细节。就是鼓手啊，你那个位置，其实你不能蹲这么低。因为你在比亚洲杯、世界杯也好，它有个鼓手，它有一个座椅。对。然后那个座椅还蛮高的。对。有没有？然后你必须要坐在那个座椅上面敲鼓。可是它重心会有问题。
所以比赛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加上座椅，让那鼓手去习惯。先适应一下，先适应一下。哎呀，哇，这个你看，我们看成绩真的是非常的接近啊！旭元人以1分11秒85，那惊险的胜出，哇，对上1分11秒92，只差0.07秒，哇，这是兄弟戏强，太激烈了，差0.07秒，应该是我今天看到的最小的差距了。恭喜旭元人，他们把人分到一样强嘛。哇，这精彩的对决。就是因为你坐在下面，他很稳哦。嗯。但是坐在上面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嗯。啊，你一定要让我们的队伍那个鼓手啊，都习惯坐在那个座椅上面。啊，呵呵。因为你鼓手一不平稳，在那边摇晃的话，整艘船都会摇晃。因为这个碳纤维的船，它特别容易摇晃。对。哇，那是到时变成那是另一个要克服的课题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事先去适应的话，我觉得你比赛就是我会建议理事长，因为那个比赛啊，你就是怎么讲？比赛你就是一个教育啊，对，你需要有教育的功能。对，就你包括鼓手要教育，你要座椅要教育，有没有哈？这些都要教育，没错，就是那些小细节啊，你要让他习惯坐在高高的位置。你一坐高以后，你鼓手还坐得住吗？哦，对，你坐在下面当然坐得住啦。可是你坐在那个比较高的椅子，你坐得住吗？哦，对，哎呀，尤其是这一次，这里起码有5个队要去参加世界杯。哇，你这些鼓手还可以坐这样吗？你一定要坐高高的啊。对，那你坐高了以后，船还是会摇晃哎。哦，呵呵，哎呀。你要让他们习惯了。对。哇，可能到时候的胜负就是他差在这个小细节里面了。有时候会哦。有时候会，因为你船摇晃啊，有可能会影响选手，甚至翻覆都会啊。哦。你看比赛啊，经常比一比，然后翻掉的。哇。像去年鲤鱼潭啊。他们也是临时。叫我上去主播台，我也看着，下午要决赛应该都比较强的队伍啊，结果翻船的也是一大堆。哇，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公开混合组的复赛，那这一组的第一水道是高望罗斯，第二水道是经典水上乐园，以及第三水道的是消波快。好，比赛开始。消波快刚刚在稍早的预赛的成绩呢，是以预赛成绩第2，相当的不错。我们的打火英雄组成的队伍。好，第二水道这是经典水上乐园。目前暂时领先的是第一水道的高望罗斯，但是第三水。好，这是第三水道的消波快。好，目前看到是第一水道跟第三水道在竞争。哇，第一水道的第一水道有点优势哈。哇，高望罗斯。他们桨距划得比较长。高望罗斯是在稍早也是以预赛第1取得晋级。哇，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接近。照理说，那个这2队实力比较相当。对。然后第一水道它是有一点水流优势哈。对。哇，这惊险胜出啊！这应该也是0.0几秒差距了。没办法，这个水道用抽的，因为这个叫不公平的公平。对。好，那这样我们刚刚第一水道是高望罗斯。应该是由高望罗斯取得晋级到准决赛。因为像那个澳门呢，它也是没有场地啊。澳门小小的哪有场地？它就是一个海湾啊，然后那个做一个闸门。然后涨潮的时候把闸门关起来，水都在里面了。然后等你比赛完的时候，闸门再打开，对吧？如果台湾像要
台湾因为河流大部分都比较小，比较湍急，然后所以呢，如果要弄这种澳门的方式的场地啊，可以做一堆，我们很多废弃的渔港就可以做哦，有没有？对，然后是那个废弃的渔港，不是外面都有河堤吗？对，然后做一个闸门绕一圈，把它围起来，那里面就可以滑了，嗯有没有？或者扩大一点、长一点嘛，那很多渔港小小的，那距离都200-300公尺而已。哦，对，就是可以把它填一个四方形的。上海它也是填一个，奥运场地它也是填一个，然后澳门它也是，就是你没有做闸门的话，它变成你退潮，它这边滑下去的速度很快，有没有？然后涨潮你要滑下去，你要逆流，它速度要变慢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哇，恭喜我们高汪罗斯以1分14秒79，惊险击败了消波快的1分15秒79，差了1秒。那经典水上乐园是1分26秒，恭喜高汪罗斯。像有一些队伍呢，他是用一些公司的，他就代表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年又多出新的队伍啊，一看人不是啊，他以前是什么队的？哦，都看得出来了，看得出来。因为练习场没有几个哦，呵呵。台北练习场就社子岛，然后碧潭，然后新北的威风，对，3个。就比较大的啊，那个大家公园那边，大直那边就训练龙舟的队伍不多了。然后因为基隆河它有涨退潮，所以它办正式的锦标赛或国际赛就比较不行成绩没办法列入正式的成绩。对。因为你退潮滑速度跟涨潮滑速度它是不一样的，差很多的。对，所以他们一定会，我们比方说端午节在大家比赛有没有？然后那个一定会抽船抽水道，然后那个变成是，不公平的公平的对，用抽的就看你自己的手气了。对。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组的赛程是以第一水道的金比罗湾，然后第二水道的是 Tsunami， 第三水道的是我们的广宁工程。好，比赛开始。然后金比罗恩他们是玩一整年，哇！好，这一组也是竞争相当的激烈哦。差不多滑到这个阶段没有淘汰的差不多都是他们虽然没有很密集在练，但是都是有练习时间他们的礼拜六、礼拜天就来练这样子。对啊。然后平常的话，他们自己也会到健身房练体能对。好，目前看到暂时取得领先的是第三水道，但是第二水道也都非常接近。然后到过完年的时候，你看每队都在组队然后在练习场你看每队都差不多7八八，然后那个奖也是起起落落，然后还有一些新加入的不会滑的啦。对。然后到现在到5月以后，每一队都滑得很整齐，快跟慢而已，有没有？对，都滑得很整齐对。然后到端午节的时候是所有队伍最强的时候。然后有些队伍呢，他端午节完他就解散了。哇，好，我们到了终点。不过会来这里比赛的队伍几乎都是滑一整年的队伍比较多。就把这个划船已经当兴趣的。对。好，又是一场相当接近的比赛。不知道要报名这里。不知道。这里算是一个地方性的比赛，然后他1年办个2次这样子。
好，我们这一组的比赛一样是相当的接近了。刚刚听鸣笛声，两个声音非常的接近，就知道秒数的差距在非常小了。待会我们来看大会公布的成绩。好像是第3水道，好像第3水道的广陵工程。那一艘是蓝色公路的游艇。哦，游艇来了，啊哈。好，我们现在河道上有一条游艇经过。好，我们看一下成绩，广陵工程以1分16秒63险胜了 Julami。那恭喜我们的广陵工程，那 Julami 比较可惜一点。然后以及金比罗丸是1分21秒。这一场比赛，他们把它当成是世众运的热身赛。哦，世众运热身赛 ，OK。然后世众运又把它当成那个端午的热身赛。哇，都在这个月同一举行。对。然后这里比完了，然后到时候比新北的12人级的。然后12人级的比完换比台北的。台北它是木船哦，木船是18位桨手，然后加上鼓手、舵手。对。所以20个。哇。哦，然后比完以后，紧接着又比那个端午节的比赛。哦，那个端午节又是200-300队了。哇，这规模相当的盛大。差不多这几年都200-300。哇。有时候还限制报名队数跟组别的数字。要不然真的太多了。你主办一天有主办一天的钱呢？对。比方说，我预计只能2天，然后你报到我2天比不完，不行啊，我还要再加1天的钱，我没有啊，没有这个预算。好，那所以我们这边欢迎这个所有的那个对龙舟运动有兴趣的厂商呢，欢迎多多来赞助一下。对。那要时间啊，因为礼拜6、礼拜天只有2天哦。也是对。因为大家端午节的比赛，因为有200-300队啊，通常就是一定要比3天的，要不然他比不完。然后有那个连假的是最好了。对。因为也一定要在白天比啊，不太可能是已经到了天色昏暗的时候就不太适合。也危险了，不行。对，也危险。对。因为一帆船的话找不到了。对。现在龙舟呢，世界各国已经玩疯了，玩到什么程度呢？有海洋龙舟。还有自动排水，我们自己也有6艘。然后还有那个冰上龙舟，下面架冰刀的，有没有？然后第1届世界杯啊，我们也派队了。我们拿了一面银牌，一面铜牌。哇，有没有？几乎亚热带国家的队伍没有人去拿这个牌，因为没有人会滑雪。对，它跟滑桨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是要刺到冰块里面的。然后因为非常冷，你必须把身体包得紧紧的。然后大陆呢还玩什么呢？玩那个漂流龙舟。哇！就那个我们像花莲那个泛舟啊，有没有？然后他把它那个造型啊，对，有龙头跟龙尾，对，然后就这样泛舟下，哇，然后延伸出不同的玩法，这样，他们叫漂流龙舟，漂流龙舟，哇，
反正只要装上龙头跟龙尾，就归龙舟协会管。哇，那也算是那种创新求变哦，多了很多的新的出来。还有陆上龙舟啊，哦，陆上龙舟，陆上龙舟就是那个下面装那个自拍轮。哇，我在训练滑冰的冰上龙舟的选手，就是那个买那个小冰车，然后下面它可以换冰刀，可以换雪橇，也可以换直排轮。然后我们换了，它有3排，等于下面有3排直排轮，然后一步一步可以勾在一起。哇！然后也可以像滑雪一样双撑的，然后也可以像划桨一样单撑的。哇！然后要去参加滑冰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训练选手。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的赛程。这一组是由第一水道的世纪龙对上第二水道的创有一条龙，对上第三水道的东区福伦响叮当。好，到了复赛阶段，每组取一队晋级。好，我们选手也准备就位了。好，船身也都固定。好，出发了。好，我们看到第一水道跟第三水道速度带起来了。第二水道是创有一条龙，第三水道的是东区福伦响叮当。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新的队伍，就端午节前呢、经常会有，因为200-300队，一定有一些新的队伍或只参加端午节的队伍。常态性的队伍没有说有到达200-300队，都全部都在平常都在训练。所以当他们训练到有一个程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说你办比赛的人，这些都是要教育的。对，要不然他到时候，比方说去别的赛场比赛，为什么我在社子岛不敲鼓可以？为什么到这里一定要敲鼓？有没有？OK。然后被判弃权或被判违规，有没有？那就是要养成他们的习惯。对。好，那我们恭喜，应该是东区福伦响叮当第三水道啊，取得分组的晋级资格。对的，鼓手算比较年轻一点。通常鼓手他会找一个比较轻一点的女生，混合的话啦。如果那个ITBF 世界杯它是女生要纯女生哦，鼓手、舵手都要纯女生。然后那个男子组的话有没有？你的桨手是允许女生哦。有没有？但是你鼓手、舵手还是要男生。还是男生
因为你的奖手是女生的，有女生的话有没有？你比较吃亏嘛。对，有没有？所以它是被允许的，所以这才叫公开组。哦，了解，好，我们来等大会成绩公布。好，我们看到东区福伦响叮当以1分16秒取得晋级资格。世纪龙是以1分19秒，创有一条龙是1分23秒。恭喜东区福伦响叮当。冠军队还没有出炉啊，有人放对，鞭炮，已经有在放鞭炮了。好，看大家的笑容满面的。先合影留念，还 OK 了哦。体谅他们的训练时间还不够长，所以这一次呢，是端午前的最早一个比赛。对，所以滑300就好。滑300就好。然后让他练到10月的时候有没有？就要滑2000的或3000的，这里也有办过3000的。哇，那这么长的距离，这个体力调配就反倒是重点了。就你反正已经练到10月了嘛。也是，我看也是都滑得到了，都滑得到 ，OK。所以不要小看人的体能极限哦。像划龙舟啊，它真的是，就是你，比方说你自己划独木舟好了，我偷懒一下，放松一下，对，没关系，没关系，对。可是划龙舟你被夹在中间，有没有？你偷懒一下慢一下有没有？前面就会打来打去了，对，就会乱掉了，那不行。然后还有我比较喜欢龙舟运动哦，就是它是一群人的比赛，对，然后一群人一起做同一件事情，对，然后比方说早上练完一起去。礼拜六、礼拜天早上练完，然后一起去吃早餐，对，有没有？对。然后，比方说一个比赛完了，然后晚上一起聚个餐，对对，都生活在一起这样子。对。那你平常，比方说他们来自不同的公司或不同的组合，人才组合，它变成你平常他们不会聚在一起。对。好，我们看到第一水道的是 Dream Hunter 的宜兰东山，第二水道的是民传大学蓝鲸，那第三水道的是 Talent Plus 灵感龙 A。好，这是已经进行到了混合组的复赛的第4组。是，可能是点金的船队要过。他这一场可以先把它比完啊。
下午这么晚点睛吗？他们点睛的队伍要从去员工，然后到大家，所以要滑5000公尺，差不多5公里啊。有啊，来了。是那个点睛的队伍。好，所以我们这边的比赛先稍待一会。他们要滑到大家那个场地，就是上游一点。通常点睛都在早上，然后今年可能他有看时辰吧。很少在下午点睛了。非常少。那这个差别会是什么？就是像您讲的，就是要看时辰哦。对，他应该去员工那边，他有像拔杯之类的，有没有？或者问看那个时辰。你看他们撒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对，我这也很好奇，也想要请教副理事长。那一种叫更衣。更衣，哇，那个台语叫更衣啊。然后国语叫更衣啊。它上面那个有画图案。然后它长条形的，对不对？它上面有画图案，有梳子，有就梳头发的梳子啊，衣服啊，裤子啊，然后有画那些图案。然后撒在河里面，就是保佑借这个水域。对，我们之前有祭江啊。就是借这个水域来用。然后用完以后，它会有一个卸江的仪式。就谢谢。我们已经比赛完了。对，让我们比赛顺利这样子。江河又还给他。对。还给谁自己去想。对，就冥冥之中，我们大自然要感谢的东西太多了。对，因为国家不同。对，都有这个习俗。国家不同像日本还有天神祭啦，还有河童啦，对吧？都有。对。那我们台湾的习俗有土地公啊，那个好兄弟啊，我们大概都拜，在龙舟赛大概就是要拜土地公啊，还有好兄弟这样。对 ，OK。所以每个国家现在都有习俗啊，你不要看那些老外啊。我去到美国比赛啊，他那个点睛仪式啊，他一点也不马虎。不随便哦，他也是按部就班的来弄。还有整个他。等于是我要借这一条江来用，然后这个叫，一开始叫限江就是借江的意思啊。对。然后到了比赛完了以后，他必须就倒退，然后去龙舟啊，决赛的队伍，然后倒退会去把标旗给砍断。就是说我们已经比赛完了。然后再把船划回来码头。有没有？这个叫卸江的仪式。卸江仪式，哇，这是都不容马虎的每一个细节。这个是，尤其在端午节，它比较不属于，它是属于传统民俗。对。传统民俗的运动类项目。对。然后，比方说平常的那个选拔赛啊，然后那些全国性的比赛，就比较都是县市政府办的，就比较没有注重这些礼仪但是端午节的话，基本上不管你国内外，然后尤其是像香港啊，那个南太平洋国家，他们这些礼仪都做得很彻底的。对，
那不是只有台湾这么做，连美国都这样做。好，也算是在这个过程中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有丰富历史啊，把那个传统文化一起传承，然后现在就是发展到它从民俗体育，然后民俗体育，对，从一个民俗活动，然后到民俗体育，然后到现在的那个竞技的龙舟。对。因为它现在龙舟已经进入到亚运的项目。还有世界壮年运动会，世界运动会都有龙舟项目了。好，那这样刚刚这个过程的时间也算是蛮长的，对。因为他们不会5公里，他们不会滑很快的。哦，对对对。他们不会很快就把它滑过去，不会。其实他在 standby 那一场。如果刚刚应该可以先走哦，先走，因为他们追不上，对，追不上他们，对，他们还要拐一个圆山的饭店的弯，然后再到上面大直桥下。我还蛮意外，这一次点睛是安排在下午对，因为每年都去参加他们的点睛然后都是早上的时间，接近中午。好，所以我们现在现场时间已经来到3点18分，也稍有点 delay 了，对。应该剩没几场。对，我们剩下公开混合组的复赛还有3组，对，然后。后面待会还有准决赛的2组，然后以及公开男子组的决赛，还有公开女子组的还有一个3取1的决赛。这次赛程也都是非常的紧凑。我们几十年前在比赛只有男子组、女子组。那时候还没有混合组。没有然后混合组是后来越来越。开始办的时候，混合组奖金也很少然后后来发现混合组越来越多，对，因为它比较好组队。对对对，男女一起。因为你要纯女生，你要组一条大龙很难的。对，纯男生也是一样。对，然后混合的话，几个女生叫一叫，然后比方说公司里面有男有女，对不对？然后他们叫一叫，只要女生符合他的人数。他就组一队了。对，没错。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赛事在混合组里面也有28队。现在几乎混合组的队数都会超过。对。端午节的比赛也是一样，混合组的经常是会到达50队、60队以上。哇，好，我看他举牌级了，比赛要准备要开始。好，比赛开始。好，有我们的第一水道的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好，第二水道的民传大学蓝鲸，还有第三水道的 Talent Plus 灵感龙 A。好，目前看起来取得领先的地位的是第二水道民传大学蓝鲸，但是第一水道的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也咬得很紧。
好，快到终点喽。好，那我恭喜我们的第2水道的铭传大学蓝金取得分组第1，晋级。想请教副理事长，就是这个龙舟运动在台湾现在已经算是蓬勃发展了，那还有没有什么要遭遇什么挑战或者是困境吗？现在就是水域的问题哦，经常我们要申请啊 ，OK， 然后有时候他的申请单位啊，比方说这里啊码头，这里你要 BOT 你要给钱。哦，然后它变成你这边练的队伍，它就会变成造成负担了。哦，了解，对不对？对。我碧潭那个基地我是申请训练用，有没有？然后码头也是我自己的，然后是要跟公安局申请，有没有？然后它还是会限制你只能放几艘船，不能超过那个总量，因为它还有其他游艇，宜潭也是，对。然后那个日月潭也是，有没有？就是说，你比较好的水域，它都有这些问题。然后微风也是啊，它也有一大堆活动啊。有没有？对。哎呀，然后就是这种可以比较专属你划船比赛用的场地，没有去把它建设出来。了解。好，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我讲的嘛，像海边。你沙布块弄出去有没有？对，弄一个闸门，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场地了。对，没错。你不用去拦河啊，你拦河的话，你万一人家遇到什么百年洪水有没有？那责任就没人敢担了。对，没错。你在海边的话去弄啊，对不对？划船你管它去海水还是淡水，它只要静止不动就好了。OK。好，我们刚回顾的成绩，我们刚刚的这一组的是恭喜铭传大学蓝金是以1分14秒取得晋级。那 Dream Hunter 宜兰东山是1分16秒，跟 Talent Plus 灵感龙 A 是1分26秒。好，我们下一组的比赛也开始喽。这一组的是由远东国际同济对上莫夫等某狼。第一水道的舵手偏掉了，对。要转过去咯，所以让猪要跑快一点，才不会被撞到。你看，哇，对，还要跑得够快。那个舵手的姿势啊，你看他就蹲在那个下面，你怎么舵了？还是跌倒？好，目前第2水道遥遥取得领先。有可能跌倒还没爬起来啊，有没有？你看啊，你看一跌倒一紧张，他爬不起来。哇，有没有？哇，他跌倒了啦。哇，对。哇，这影响就很大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这些民间的这些队伍啊，这些队伍在训练上啊。比方说，大家都在组队啊，然后问题舵手没有那么多有没有？然后变成硬着头皮硬上，就像这样，有没有？然后到了10月花莲比赛，花莲共赶快一样，花莲那个也是到了决赛啊，已经决赛，还有那个队伍啊，然后去躺在起点，然后还要救生艇把它推直，他才有办法比赛。等于奖手不错啊，可以滑到决赛了，不错啦，有没有？但是怎么会还有这种状况，还要再推直的？对，那你比赛的话，造成选手的压力啊，还有对手的压力啊，怕被你撞到了。哇，对，因为大家都闷着头向前滑。对，是你忽然有一艘龙头往这边撞过来，他会看不见。对，没错。
像这个是刚好他跑的狼族跑的比较快一点，对，然后这个就是你舵手一跌倒一紧张，然后你看他就躺在那边爬也爬不起来。对，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状况。这一次这些舵手都还算不错嘞。因为他们平常都有这里嘛，也都有这些探险船可以练。然后碧潭来的队伍嘛，就像狼族这些都是在碧潭都训练好几年了。对啊，所以他们用这种船、这种舵，他已经习惯了。没有不习惯的问题。对。那这里的这个基地训练的队伍也是一样，有没有？他们习惯了这种比较轻的船。对。那平常在练木船的队伍啊，就是或者西部海岸那个船泡泡龙那个很大，他们比较稳啊。对。你突然上这种比较轻的船，会比较摇晃啊，他们会不习惯。好，我们来等着看大会公布的成绩。这个你看他舵的那个距离就不对了。好，那我们这一组的恭喜我们的 Wolf 等某狼龙舟以1分21秒取得晋级。那远东国际同济会是以1分29秒。远东国际同济会怎么会没有舵手？因为可能是跌倒吧。对。那当然是蛮有历史的一个队了。对。他那个舵手歪掉啊，他会受到惊吓。然后那个队下次在比赛掌舵，他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哇，这留下一点阴影哦，哇！好，希望他也不要气馁，也是宝贵的经验呐。对。好，我们下一组的比赛已经接着开始了，是吗？我看一下。哦，还没，对。他才上去了。对。好，我们最后一组呢是还有凤凰水岸对上 TFA， 复赛的最后一组。现在水好像比较平稳哦。就涨退逃之前中间啊，涨跟退中间，它会有一个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它是水是静止不动的。就是你慢慢涨到最满了，对不对？然后它都会停止。它停止以后，接下来下个半个小时，它开始要慢慢往后退了。对。所以说你在海口啊，在海边啊，你只要弄一个消波块，弄个4方形的，然后弄闸门，有没有哈？或者合体。他国外也没场地，澳门也没场地啊。对。但是他们要争取亚洲杯，它就是那个海湾啊。对。那个海湾，它外面就做闸门啊，然后里面就比赛啊。对。然后水涨潮的时候，他把涨完了，他把水门关起来。那里面不是水都满满的。对。那等你比赛完了以后，他再把它那个放开。对。那要像弄这种场地，台湾可以弄很多。对。填海造镇就在造你就不会顺便造一个比赛场。对，这还是要再去跟各单位协调沟通一下。对啊。比你在河边河里，你要把它弄一个拦沙坝，有没有？那还怕那个洪水来的时候害人家淹水，有没有？对。然后被责怪啊，没有人敢决定。对。你如果在海边，你没有这个问题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应该刚刚可能字卡有误，那应该是由凤凰水岸对上 TFA。好，我们第一水到的是凤凰水岸，啊，第二水到的是 TFA。好，目前取得领先的是第二水道的 TFA。哇，领先距离已经有点拉开了。好，我们恭喜我们的第二水道 TFA 取得晋级。这就是有实力差。对，因为凤凰水岸那一个礼拜六，好像就练个1天2天。哦，那这训练量就比较不足一点。冬天也没练几次。哦，龙舟啊，靠练习。如果你很密集，我要比赛前很密集练1个月，有没有用？有用。哦，也是有可以收到效果。对。但是这30天呢，你把它分成3个月，1、3、5、2、4、6这样子，有没有？哎，它的效果减半。哦。那你要练这30天，你倒不如后面1个月来练。对。很密集的练。对，要么就是你真的要量要够大。哎。对。因为这些那个民间的这些团体啊，因为他家里因素、公司因素，他不确定性太高。对。然后或者工作太累了，早上爬不起来也有可能。对。所以你变成全部压在那后面1个月，有没有？也很冒险。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 TFA 是以1分21秒取得晋级，凤凰水岸是1分27秒。通常划500公尺哦，你如果每天练习啊，1个礼拜休1天好了，就算1天了哦。1个礼拜练6天，1天只要1个小时。然后练了2个月，基本上500公尺划完可以脸不红气不喘。不管你的资质如何。你只要平常。从不会滑开始滑，然后就从，比方说过完年，人家开始练，你就跟着练。对。哦，基本上两个月密集的训练，他滑500公尺啊，脸不红气不喘。然后那个队伍啊，那个超奖啊，整级数都是没有问题的。我经常在9月的比赛或10月的比赛，经常。然后找队员或者组连队，然后要到国外去比赛，然后也是利用暑假2个月的时间，很密集的练。密集的训练，好，那个舵手是我的学生。哦，好，那副理事长呢，应该也是桃李满天下。全国都有。全国都有，对。好，我们待会呢，公开女子组300公尺会由3队取1队来晋级决赛。那分别是刚在准决赛分组第2、第3的罗东龙，还有广宁工程以及台湾风暴。那这3队来取1队来拼最后的机会，晋级决赛的机会。好，那女子组300公尺这边呢，已经先晋级了决赛的2支球队是台湾拥抱以及简单滑。
今天天气很捧场呢。对啊，我看气象报告是有那个就是有可能会下雷阵雨那种。对对对对，雷雨包哎。对。好，我们看到第一道是广陵工程，第二道是台湾风暴，第三道是罗东龙。那个鼓手会坐在船边，表示他们的左右桨不平衡。哦，你看那个第二水道。哦，对，他坐在第二水道鼓手啊，你看他坐在船边有没有？哦，对，所以他们现在也落后了。他的右桨比较轻，哦，所以他鼓手去帮忙平衡。哇，有没有？这鼓手也是辛苦啊，辛苦啊，因为坐在船边不好坐，那个屁股会痛。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取得领先的是第一水道的广陵工程。好，那广陵工程的那个鼓手也算是做的比较低。好，那恭喜我们的广陵工程率先抵达终点，晋级到了最后的决赛。平常也会办，像端午节前呢，也都会办一些剁手的讲习。然后今年暂停1年，今年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办那个时装运啊，然后大家筹备时装运都很忙。哇，对。然后就尽量多培养一些那个剁手的人才。我们这几年培养很多人，应该差不多上过我的课，因为这里的队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有，里面都有人去上过课。哦，好好。因为剁手的重要性，在我们刚刚有一场比赛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他一个小失误，然后就整个影响到了比赛了。对，就里面啊，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啊？你在比赛的时候，你要办比赛啊，它是一个教育性的。对，就是说你要教育这些队伍，我比赛会碰到什么问题？对，没错。有没有？对，我的鼓手应该坐在哪里？有没有？对，而不是坐在这下面稳妥当当的，不是，他是坐在一个高的椅子上面的。对，有没有？对。然后你坐那么高的话，你平常比赛啊，你就习惯坐那么高，你不会影响到船的平衡。对，你突然比赛的时候你才坐那么高，有没有？你会影响到平衡。对，因为他自己会怕，那坐不稳了。对。手要去晃，手要去扶着，然后身体会跟着摇晃。对。要积极击鼓。有没有？这个都要把它练成一个习惯。对，就是我们办比赛，你就要要求这么做。对，然后让选手他们习惯。对，然后出发的模式，然后到终点的模式，有没有？对，都把它固定下来。都把它固定下来。对，然后让选手习惯。然后他有机会去参加选拔，或者选拔上了，我要变成国家代表队了，有没有？对。然后或者他到去香港比邀请赛，有没有？那他那个香港那个维多利亚港那个浪是很大的，然后你的鼓手在那边坐不稳，坐那个座椅蛮高的，有没有？对。
你怎么跟人家比？哦，对，没有帆船就很好了。对，那个泳很大。对，不是每个场地都是风平浪静的啊。对，你反倒是这样之后增加了自己的变数。对。对。啊，为什么这些队伍他比较不容易翻船？因为他们熟悉这些卡泵那个碳纤维的船。对。他平常练习就是练这个，练这个。对。那你平常练习也好，比赛也好，你让舵手、鼓手都习惯他的模式，然后每个队他要建立他里面的指挥模式。你知道他有的队伍他里面很吵的。对，有的队伍里面很吵的，这个要那样，那个要那样，有没有？对。然后里面意见很多的。OK。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多人的运动。对，没错。但是你船上必须建立一个指挥的系统。对。然后教练你要怎么去建立？对，有没有？尤其，比方说，我教女子组的，我是女子组的教练。教的是女生。然后去锦标赛的时候，教练不能上船了。对，因为他只能女生呢。对。那你必须在这个队员里面有没有，让他们有一个习惯的战术模式，都是从平常训练的时候要把它训练好。对。然后因为到比赛的时候你并不上场，有没有？对。然后让他们知道，他的战术你没办法随时变换啊，因为你就必须帮他们看他们的平常训练的状况，帮他们做一个固定的一个，比方说数桨，200公尺我们几乎都是用数桨，就是前面快的几桨，后面慢的几桨，然后快的几桨，这个快的几桨，然后大概80桨200公尺一定要划完。大概就是那个左右。就是把它固定好，然后让他习惯他的指挥模式。比方说鼓手比赛的时候负责指挥。对。舵手呢，就那个进出码头啦、到起点啦，这些都是要舵手指挥，因为只有他看着前面嘛。对。要撞墙了也是他看得到啊，鼓手也看不到。对。滑的人拼命在滑，有没有？歪掉了要去撞到别人了，他也不知道啊。对。你一定要那个舵手赶快喊停啊。有没有？对。所以他变成一个有训练有素的队伍，他的里面的指挥系统有建立好的话，他们的那个胜负啊就会影响到了。他的胜利就会比没有系统的要好多了。对。好，我们接着要进行的是公开混合组300公尺的准决赛的赛程，有分为2组，那各组会取1队晋级决赛。那这一组第2的话呢，也还是有还有再拼一场的机会。好，我们这次准决赛呢，最后的6支的队伍是高旺罗斯、东区福伦响叮当，以及 Wolf 等某狼，还有广宁工程、民传大学蓝鲸，还有 TFA。好，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因为我们刚刚出炉的是女子组的决赛，3支的队伍是台湾拥抱、跟简单华，还有广宁工程。好，我们看到第1水道的是等某狼，然后第2水道是高旺罗斯，第3水道的是东区福伦响叮当。好，刚才复赛的成绩呢，高旺罗斯是1分14秒，东区福伦响叮当是1分16秒，那沃夫等某狼是1分21秒。
好，比赛开始。好，我们看到第2水道的高望螺丝速度带起来了。好，这是第3水道的东区福伦响叮当。好，目前看到第2水道还是取得领先，但是领先的差距不大。现在水平稳啊，比较水平稳，水道差比较小。对，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第一大家都水道看实力了。对，第1水道的也在追了。哇，很接近哦。好，快要抵达终点喽。应该第2水道。好，最后还是分出了胜负，应该是我们的第2水道的高望螺丝取得晋级决赛的资格。回顾一下精彩的慢动作重播。我们看到有一些鼓手，他用手持的那个 GoPro 摄影机，会不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动作啊？就是通常 GoPro 是放在帽子上嘛，对头上，对。然后那个一面拿着手机，那个是很不妥的。啊，对，应该多少都会影响到。还弄个自拍棒。啊哈。有啊，很多那个河里面啊，GoPro 啦，掉下去了，手机啦，你要给7元用，7元又不在这里投奖。好，我们看一下成绩，我们的高望螺丝以1分20秒取得先晋级决赛的资格。东区福伦响叮当1分22秒，哇，也是很 Wolf 的莫狼也是很接近，但是东区福伦响叮当待会还有再战一场的机会。我们有很多的队伍啊，他来参加端午节的比赛是，来拍照打卡，然后比胜负还要重要啊，对，所以他们都会带手机上传，对，然后每一次那个大家那个河里面啊，就很多手機会掉在里面，还有 GoPro 啦，掉在里面，这样也很可惜啊，你拍的再多，就最后画面留不下来。因为虽然说你在船上拍的那个视野一定是最独特的，对，但就是要把手机跟那些 GoPro 拿好。好，大家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一队很可惜，卧虎狼族呢，这一队。你看他们喜欢弄的很多图案啊，对，比较特别的，很搞怪有没有？里面大部分都是老外。哦，对，我看那个队员的组成的确是外国人多一点。对，他们最多的时候还有21个国家的人。哇，这很不容易耶。这也算是很棒的文化交流的机会。他们也都算入境随俗。
好，那我们下一组的准决赛的3队是广陵工程对上铭传大学蓝鲸，还有 TFA。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都有，哇，还有南太平洋国家的人都有。哇，好，待会的3支队伍呢，在刚刚的复赛的成绩也非常的接近。广陵工程是1分16秒，那铭传大学蓝鲸是1分14秒 ，TFA 是1分21秒。现在虽然还是涨潮一点点，但是它的平稳度有没有？要不然的话，你靠过去，它就会一直往前面跑了。哦，有没有？对。他们现在原地打转，它已经不太会动。对。好，我们第1水道的是广陵工程，那第2水道的是铭传大学蓝鲸，第3水道就是 TFA。好，准备就绪喽。好，出发，比赛开始。好，这一组应该是实力非常的接近。好，第3水道 TFA。以前呢，我们经常几十年前，我们协会在办比赛的时候，办讲习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人要来参加，我们老一辈的人都不来参加。然后那个最近呢，这几年在办那些教练讲习啊，这些年轻人他们都会来参加。现在啊，很多比赛我们规定都要，你报名担任教练都要有证照。哇，起码都要有丙级以上才可以。对。好，我们现在看到第1水道跟第2水道的比较接近。广陵工程对上铭传大学蓝鲸。好。哇，这个鸣笛的秒数应该是在1秒内啊。到决赛来会越差越少。对。如果到现在还活着的队伍。对，没错。因为刚刚在上一组呢，也是只差到2秒左右而已。对。然后这些队伍呢，接下来是中英还要打一次，然后端午再打一次，全部都在这个月。也借由这每一次比赛的过程中，去调整一下该修正的地方。对。然后参加这个比赛有个好处，接下来你的对手的实力你摸得比较清楚。对。不过，如果自己实力太弱的话，自己的队员训练不足，实力太多的话，你去看别的队伍的实力也没有用，越看越怕而已。对，还是要先把自己的基本的实力培养好。对啊，要有一定的水平啊。所以经常啊，我们在训练队伍的时候啊，会经常告诉选手，就是你不要去管别人强不强，问题是你自己先把自己练强。对，没错。你自己不强，每一队都强。对。好，
好，我们看到铭传大学蓝鲸是以1分19秒取得晋级决赛资格，然后第2名的广宁工程1分20秒，待会还有再拼一场的机会。那比较可惜就是 TFA 龙舟遭到淘汰，1分23秒。好，那待会要准备接着进行的赛事呢是女子组300公尺的决赛。女子组300公尺的决赛呢是由台湾拥抱对上简丹华对上广宁工程。好，那我们今天的赛程也剩下最后的4场。女子组的冠军战，然后男子组的冠军战，还有刚刚公开混合组的，除了待会还有一场2取1的晋级决赛之外，然后以及最后的冠军战，好，剩下4场比赛。我们今天是比300，然后明天比200，对。刚刚我们在稍早在访问其他老师的时候，也有提到说，龙舟队没有办法说一个人独强是没有用的，因为甚至那个强的那个最强的，他可能还要再配合，可能他还要要求他慢下来去配合其他的队友。对。那比方说你这样好了，你比方说1/2好了。对。就是你有10个啊，每天都来练习，出席都很好。对。有没有？对。然后有10个。他们出席数不到一半哦，就是说你练10天，他顶多来5天，对，然后或者长时间经常间断，划龙舟你不能间断超过3天了哦，因为3天等于是你的肌耐力，它又回到3天前，对，等于一来一回，你就算你技术进步了，但是你的肌耐力还是没有进步，对，然后问题是这10个。出席很好，很强的，有没有？然后加上10个出席不好、比较弱的，有没有？就像妈妈很高，爸爸很矮，有没有？然后生出来的孩子刚好是中等，对，他就是没办法说那个那10个比较弱的一定会去拖到那10个比较强的，对，有没有？那10个比较强的，他一定要载着那10个比较弱的跑，对，他就会综合掉他的实力，对，就很可惜了，所以龙舟你一个强没有用，你一定要，比方说那个你要有足够参赛人数的强度，然后我们当教练的人也是一样，我必须要我手上的兵，包括预备手。对，随时派上场，他们都可以上场比赛的。对，都能够补上的，不会说有太大落差的这样。对，这样胜率就比较高。对，有吗？那你如果能派上场的兵不多，有没有？预备一大堆都是废物，有没有用？哦，对，所以因为像我们最近在看那个篮球赛 NBA 比赛就是这样子，到了季后赛总教练不敢用板凳，然后都让先发打到底，哇，最后就没力了。那个棒球也是啊，然后有一些板凳球员呢，你没办法上场啊。对。然后偶尔派他上去代打，他可以打全垒打。对。对不对？对。然后变成他必须把握住他可以表现的一个唯一的机会。对。那龙舟没有，龙舟不一样，不太需要这样。教练其实不会很难当啊。他要是你在训练的时候，他的出席表现，然后他划桨技术有没有？那你从平常练习就可以掌握得到状况，就可以掌握到他的状况。对。
他没有那种临场能不能打出安打的，能不能神来一笔？那个比较在龙舟这边不会出现，没有，也没有那种他投得进的那个篮筐里面的，也没有。对。然后他能发挥到500公尺，就是能够发挥。对，有没有？也不见得他训练的不会骗人啊，不会骗人，他靠训练就可以了。对，没错。然后平常训练看他的超讲技术，看他的协调性，有没有？对。那我们通常会挑选决赛的选手，都是训练比较出席率比较好的。他出席率比较好，就算他的那个肌耐力比较差一点，但是他起码不会在船上添乱了。对不对？起码对这个团或对这个船或者负担他自己的体重。对，虽然个子他比较娇小一点的，可是他不重啊，他可以他又勤着练，他可以负担他自己的重量，还有肾啊。对。你一个重量级选手有没有？你平常不来练，你力气再大也没用啊。因为你要负担你自己的重量啊。对。你经常看哦，体型力气越大的，他体重越重。所以他对划船不见得会有帮助。对。划船因为你重的话，它会往下沉。对。它会造成大的阻力。对。所以反而比较轻，然后训练有素的，那个船呢，它反而跑得比较快。然后经常也看到那个练了一副熊样啊，然后在健身房练。可是划龙舟哦，它是无氧运动。对。它频率很快，对，你身体会缺氧对，然后缺氧，你要大量的换气，然后经常你没有，你虽然把那个肌肉啊那些练得很好，很有力，可是你心肺功能不足，你人哦，只要一喘啊，你什么力气都没了对，然后心脏强要顶起来，对。没错，呼吸没有调好，就整个没办法。他呼吸已经快困难了，喘不过来了。对，他什么力气都没有，他抓举可以抓100斤、100公斤都一样，对，都没有用。对，跑步他划龙舟跟跑步其实也是类似啊。你跑步啊，平常没有在跑啊，你跑个100公尺就气喘如牛了。好，我们看到第一水道的是广陵工程，第二水道的是台湾拥抱，那第三水道的是简单滑，这是我们女子组的决赛。好，比赛开始。好，我们现在看到目前领先的是第一水道跟第二水道。第一水道是广陵工程，第二水道是台湾拥抱。
哇，这两队竞争非常的激烈哦，很接近。哦，这两队很接近哦。对。哇，这个冠军决赛的秒数应该也是在0点几秒之差的差距了，来分胜负。哇，最后关键时刻，一鼓作气。哇，也是非常的接近。好，我们待会再请大会的成绩公布一下，来看一下，应该是第2水道，是不是？第2水道的台湾拥抱。第2水道赢第1水道还蛮明显的了。嗯。好，那所以我们的女子组的赛程，哇，那真的恭喜我们的第2水道的台湾拥抱拿下这一次的300公尺的冠军。我们待会来看一下成绩相差了几秒。好，我们看精彩慢动作的回顾。好，我们的台湾拥抱呢，今天比了3场的比赛，那广陵工程是比了4场，哇，那可能会不会是体能最后稍微有点受到影响？一天4场比赛也是蛮硬的。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1个小时啊，你要滑2000公尺1次，然后比方说500公尺3次，200公尺3次，然后在这1个小时里面完成。哇！然后每天这样练，然后因为到比赛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密集的赛程，对，所以你都可以应付得了。对，没错。好，那我们恭喜台湾拥抱拿下我们公开女子组300公尺的冠军，1分26秒。好，那广陵工程是1分27秒，居亚军。那简单滑是1分38秒。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过后，先稍作休息一下。麻烦我们所有组别上岸中稍作休息，我们等待所有组别结束后，我们会进行颁奖的仪式。我们也谢谢女子组的队伍参与这一次的比赛，300公尺的比赛。续缘人双3队到检录处进行检录。
好，现在要进行的是我们混合组再一场的败部哈，胜利的队伍将晋级我们混合组的冠军战。刚完成女子组冠军战的队伍，请回你的休息区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请全部组别结束之后，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颁奖仪式。请女子组的队员稍在你的休息区稍等，谢谢。好，那我们这一场的比赛呢，2取1，那会是由东区广林工程的第一道，那对上第二道的东区福伦响叮当。好，那这个也是待会在公开混合组的那个这2取1，然后晋级的队伍呢就会接下来在决赛对上高旺罗斯、铭传大学蓝金，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这2队最后的机会了。好，那现场比赛刚刚稍微准备了一下，所以拖到了一点时间。好，大家期待已久。他们会给他们休息一下，然后再决赛。对，因为刚刚才比完那个。对，比赛时间很接近。对对对。主决赛。对。哇，这对他们的体能的恢复上也是很大的考验哦，因为刚刚这比赛时间太接近了。所以训练不可以，就是你要超过他们平常比赛的负荷。对，要不然这个时候应该是乳酸开始堆积啊。端午节的比赛就比较参差不齐啦，就是有练习的，长年累月在练习的，或者比较密集在练习的，然后这些都会产生实力差。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志在参加的，
就是临时组队的。对，临时组队的，然后他们可能在平常没有在训练了，就比赛前才过来训练一下，然后这些队伍可能就比较就差很远了。对，好，我们比赛开始了。我们第一道的广陵工程，所以你看今天来这里比赛的队伍啊，他的实力就比较整齐，对，比较整齐，不会有太大的落差，对，不会。然后那个端午的比赛，那200-300个队有没有？哦，差不多50队左右吧，应该就比较可以滑得比较好。OK。然后其他的队伍就是比较弱一点。对，好，我们看这场比赛，哇，目前两队齐头并进哦，非常的接近。越到决赛的时候啊，它的秒数会越接近，对，差距会越小。好，目前看到应该是第一道的广陵工程稍稍取得一点领先。他们超奖的奖评的距离都不错。那这样往往这样子，最后胜负的差距会落在哪里？会在哪个环节上？会落在有的队伍他会赶哦，有的队伍他稳扎稳打，他一讲一讲的，你一定要抓到水，然后能够用上腰力哦。然后他的胜算比较大。对，因为这一场我总会看都是第一水道，他的抓水效率比较好。啊，抓水的效率 ，OK。好，那我们恭喜第一水道的广陵工程晋级到最后的冠军决赛的门票。啊，他们也是很辛苦，终于拿下这张冠军门票。他们今天也是比了，哇，非常多场啊，就在等于是在比其他队再多比一场。混合的他队伍多哈，队伍多他那个要比的场次一定比较多。对，没错。然后像端午的比赛啊，他们混合队伍都经常超过60个队。哇！所以他们要打到冠军决赛要打很多场。打到前4强要打很多场。对。那女生呢，就女生她基本上队伍不多。队伍不多，有可能，比方说第一天的赛程她没有赛程，她会安排从第2天、第3天开始。就决赛的时候，你不要没有女生认真比，她1天就比完了。对。哇，我们刚看到广陵晋级的广陵工程今天已经比了4场了，那待会还有冠军战是第5场，哇，算是今天比最多的了。混合的嘛，哈。对对对对。混合的队数越来越多，就是因为他们容易组队啊。对。好，现在都还笑得出来，还不错。好，我们恭喜广陵工程以1分28秒击败了东区福伦响叮当的1分30秒。好，辛苦晋级到了最后的冠军之战。好，我们待会接着进行的赛事呢，就是公开男子组300公尺的最后决赛。那3支队伍是真理大学跟 Hook Sports， 还有旭元人。好，那今天也只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了。哇，那感谢今天一整天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没有雷雨暴。对，我发现现在气象好像不太准。没关系，对我们那种办赛事的来说，哎，真的是只要不要受到严厉的天候影响的，就还好。对，有时候午后雷阵雨它是比较偏向山区。对。因为龙舟赛事它就算是只有下小雨，都还是可以比。对。对。不要打雷，打雷不行。打雷真的太危险了，对。我们有一次也是在这里办那个比赛，然后突然打雷，哇，下大雨，
午后雷阵雨，然后大概1-2个小时，你就是要停赛。对，那不得已没办法。等到没有打雷了，然后再放船下去继续比。对，因为打雷的话，在水上就会危险。对。要不然如果下一点小雨的话，有没有？不要打雷的话，还比较凉快。对。因为这些选手呢，大部分都是一大早，因为他们都要上班。所以经常是一大早在练习。那一大早比较凉快啊。对。所以凉快一点，反而他们的实力会发挥的比较好。如果那个像这样比较闷热的天气的话，有没有？他们平常早上练习凉凉的啊。对。然后突然白天比赛啊，所以我们经常在练习选手的时候，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啊，我们要挑8、9点、9点、10点，就是晒太阳，让他们晒太阳，模拟比赛。对。然后让他们习惯天热的时候，你一样有办法比。要不然平常你训练都一大早，一到5、6点哪有太阳？对。对啊。路跑不是也都一大早？对，因为这边河滨公园就是很适合办各式各样的比赛。因为现在我们新北也好，台北也好，这些河滨建设都非常好。对。所以你如果路跑办在平常的马路上面，你还要交通管制。交管，对。然后车子多为危险。对。那在河滨的这些那个自行车步道上面跑啊，它比较安全。对。现在就是这些自行车步道呢，它又有连通，或者距离够。你要慢跑的话，或距离够。或者办山铁也是。对。有一次大家那边办过独木舟山铁，就是你划独木舟划1000公尺往返，回来以后再骑脚踏车，然后脚踏车骑完再跑步，就那个独木舟山铁。哇，好像只办那一次，再来就没有办了。然后这个教练就是光教不练，所以呢肚子挺个大大的。真理的教练。最好不要看直播。对，想说，怎么忽然觉得耳朵有点痒？有人在说他的坏话。好，我们看啊，现在3支的队伍也来准备就绪了。现在混合的队伍比较多女生变成原来纯女生的队伍比较少。然后混合的队伍多，反而参与这项活动的女生她变多了，对，反倒是好事。对，反而是好事，要不然女生快绝种了，越来越少了。对，没错。好，我们这第一水道的是 Who Sports， 然后第2水道是真理大学，第3水道是旭元人。好，这是我们公开男子组300公尺的最终决赛。我们经常在办选拔的时候，那个女生的女子大龙22人级的。经常报名参加要选拔的队伍只有1个队。哇！经常不超过2个队。哇！
这样就办不成啊。对啊，你起码要2个队啊，或者如果自己跑的话，一定要世界杯，你看你是什么杯赛啊？对，选拔要什么选拔？对，选拔什么杯赛？好，我们比赛开始。好，这是我们男子组的最终的冠军决赛。好，大家都很快就把速度带起来了，水花也很大。这几个队伍，他们平常训练都是，续员也是长年累月在练呐。对，这3支都是实力强队啊。目前看起来战况非常的激烈，暂时取得领先的是第2水道，但是第1水道也追上来喽。哇，3队都非常的接近，还很难说。第1水道好像要加速喽。好，第1水道是 Hook Sports， 第2水道是真理大学，第3水道是旭元人。好，最终鹿是水手呢？这个角度看不出来啊。对，3队差不多。哇，这样看这个角度，这个难以分辨啊。哇，但是我们对好，对，没问题。好，这个鸣笛声一样是非常的接近。好，我们待会以大会的成绩为主，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拿到冠军的会是哪一支队伍。这个角度看不出来。对啊，因为我们刚刚有其他的赛事的关系，所以我们重点裁判那个角度有稍微移动了一下，所以比较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终点线的那个镜头。没有关系，我们待会还是依照大会公布的成绩。好，这也让我们在观看转播的时候呢，多了一点悬念。在很好奇到底是哪一支队伍拿下最后的冠军，因为鸣笛声实在都太接近了。落差应该又是那种我觉得是0.几秒之差。那个第2水道好像赢一点点。好，我们的副理事长直接押宝第2水道，我们待会来证明一下看看。好像第3水道也追上来了。对，真的都很接近啊。所以这不愧是有冠军决赛啊，3队的实力都相当的接近，谁赢都不意外。或者可以看他们脸上的表情。看那个表情啊。这答案还没出来，可以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对。不过因为我今天转播一整天下来，其实就算无论是赢的或输的，大家脸上都还是有笑容。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好处啊，台湾这些年轻人，不管他打棒球也好，打划船也好，对。他们输赢都面带笑容。对，没错。不会像那些有一些队伍啊，有一些国家，一定要赢。对，不用把得失看得那么重，但是就是好好享受这个运动，对，这个过程。哇，我们恭喜我们最后的 Hook Sports 以1分23秒拿下冠军啊！真理大学是第2啊，旭元人是第3。哇，但是秒数都非常的接近，只差了1点多秒而已啊！恭喜我们的 Hook Sports 拿下我们男子组的冠军。恭喜以上队伍，麻烦下岸之后先稍作休息。我们的混合组比赛结束后会一起颁奖。它是第4水道，所以我们刚刚最后拿冠军的是我们的第1水道那刚刚副理事长押宝是第2水道，差一点点，就秒数真的非常接近。对，真理大学差一点点，所以第1水道冲出去了。对 ，Hook Sport 最后冲出去了。对。好，那我们经过了一整天的赛事，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一场了，就是我们的公开混合组的300公尺决赛，剩下最后3队：高望罗斯、还有铭传大学蓝鲸以及广陵工程。很多人他们喜欢学舵手，觉得舵手不用滑到快往生，可是他们不知道舵手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对啊，他要
整艘船的安全是由他们来负责，由他来负责指挥，有没有？应该说舵手的容错率是最小的，因为你只要一有状况的话，那就完蛋了。对，但是你说如果其他桨手有状况，大家还可以互相 cover 一下。到端午节的时候，你看哦，他很多队伍，他的因为舵手不足嘛，然后就硬上，或者来参加讲习3天，就要上场比赛啊，还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就硬上了，然后经常你看那个一出发以后就歪掉了，然后在那边转来转去，就是过不了那个大直桥。这种通常呢就会上那个一般的电视台的直播，电视台的新闻台就会播报了。经常是这些舵手呢，其实应该要他允许他们犯错，可是他们自己心里会过不去啊。对。尤其当你的队伍是领先的状态下，对，我们以前有很多资深的舵手，老舵手，就是我们这一辈的很多老舵手，他经常在那个重要的决赛，然后决赛哦，等于他的队伍有可能是可以拿冠军的队伍，对，然后在决赛的时候啊，然后一不小心歪掉了，哇！然后输掉比赛，有没有？哇，这个对舵手的压力就很大，非常大。你跟那个志在参加，反正歪掉好像是正常的，对，有没有？对，那个不同，不一样，对，不同。有胜负关系的，变成你舵手没有办法去承受那种失误。尤其那舵手的这个心脏的抗压性要比较强一点的。新北、台北，因为它有一个高奖金的。关系有没有？所以你决赛是不容许出错的。哇，哈哈。然后你到端午节啊，你看那个微风啊，舵手歪掉出错的，因为他经常微风那边会有侧风，然后侧风一吹啊，舵手不知道怎么处理啊，然后。它大概接近200公尺的地方，150到200公尺的地方，它的深度大概只有1.5米。那正常像我们世界杯规定的深度一定要到达3米以上，它才不会造成把船往下拖。然后船往下拖，它会往深的地方偏。对。所以经常会有侧风的问题，然后那个水底太浅的问题。像莲池塘也是，它是比较浅的，对，然后它也有侧风的问题，哇，因为它左营那边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对，所以都吹海风过来，所以它有侧风的问题。然后一到下午那个风很大，侧风，所以它有侧风的问题。对，那到端午节比赛是像那个木船，木龙。它那个舵是小小的活动舵，是活动的。以前我们都拿像刚刚我们早上有看到的那个，它是可以拿起来帮忙划的，可以助划的。对。然后它又不能助划，但是那个舵活动它固定的话，你可以用身体的力量去推它。但是活动的舵的话，变成你像我们够熟练了，对不对？我们可以4两破斤斤。长起来很轻松，可是对一个新手来讲，有没有？它长起来并不轻松啊。对。然后经常那个要拉的力量不够啊，船就会歪掉。或者船去，经常这里，如果你尤其是东北季风在吹的时候，那个风如果吹东北风过来，然后刚好涨潮，那个大直桥那边呢，它像一个喇叭口。然后那个风灌下去以后，它很集中灌到河里面去，然后那个浪变成蛮大的。哇！所以在疫情2022吧，那个一直延到10月才办比赛。那10月东北季风开始了，所以那个浪很大，对不对？有一场啊，3队啊，有一场。他这一场应该是4队，他结果只有3队，3队到7点后，只剩下1队。哇！有2队在7点以前就成了。哇！然后另外1队呢，他滑到终点了。
滑到终点，在回程的时候有没有？我刚好在一样在主播台旁边，在主播台，他就看他在我主播台旁边，然后那边一个浪、2个浪就沉下去了。哇，这也是等于那一场没有队伍回到，对，顺利的回到码头。哇，这也很难得一见啊，这很少见哦，这个。那一场，那一年沉船的队蛮多的。其实像那种木船它像这种碳纤维的船它可以在维多利亚港比赛，海上可以比赛，因为它跟着海浪在起伏。对。然后那个木船它没有办法，它会你碰到浪大的时候，它前面会进水。因为它木船重。对。所以浪一过来，它没有办法随着浪马上飘起来。对。它那个浪会从前面比较低的地方进来。那你进来1次2次水出不去了，船头就沉了，就沉下去。哇。这剩最后一场。对，好，我们的公开混合组的300公尺的最终决赛，3队现在在陆续准备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岸边呢也站了一排的观众啊，还有其他队的选手，大家都比完了。对，大家都比完了，来欣赏一下最后这一场精彩的对决。我们很多的龙舟选手，他们很喜欢穿，黑色的紧身衣、黑色的紧身裤，然后他们不知道黑色吸热嘛。对。好，我们看到最后一场比赛，第一水道是民传大学蓝鲸，第2水道是高旺罗斯，然后第3水道是广陵工程有限公司。好，那这场比赛对广陵工程也算是比较大的考验，因为他们比的最多，比到这是第5场的赛事了。好，比赛开始。好，今天的压轴好戏就是这一场了。第2水道的是高旺罗斯，哇，3队也是非常的接近。第3水道是广陵工程，第1水道是民传大学的蓝鲸。应该第一水道有领先。对。但是也是，肩膀都有动，有没有？对，然后身体都有转，他的力量比那个光靠手的力量会大一点。但是要看他们持续力啊。对，不过这个300公尺它不算是长跑啊，那算短跑而已，短距离的而已。快到最后终点了。好，没有问题。我们恭喜我们第1水道的民传大学蓝鲸，我们也看得到队员呢已经直接在欢呼了。
慢跑的要过来了。好的，对，刚好这边旁边也开始举办一个路跑赛事，啊，有选手刚好也在经过我们这边，经过我们面前。好，所以这个比赛现场瞬间热闹了起来。啊，但慢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跑到这边说，哎，这边怎么有那么多观众？好，那我们刚刚也欣赏了一场精彩的冠军的对决，感谢这3支的队伍：民传大学蓝鲸、广陵工程还有高旺罗斯，为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来等待大会最后公布的成绩。我们希望划船就是可以在水里玩一天，对，然后感觉像这种天气在慢跑很累。然后在水里玩不是比较凉快吗？好，我们恭喜民传大学蓝鲸以1分30秒拿下最后的冠军。那高旺罗斯是1分高旺罗斯是1分34秒屈居第2。那广陵工程是1分36秒拿到第3。那恭喜民传大学蓝鲸了。好，好，那我们这比赛过后呢，待会还会有个颁奖典礼。好，那我们这场今天呢，经过一连串的赛事，那今天的赛程到目前为止也都进行了到目前为止都举行完毕了。啊，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对吧？那我们当然也感谢我们身旁的那个龙舟协会的副理事长，我们的冯建堂先生啊，今天陪伴我们一整个下午啊，还说了很多有趣的龙舟的故事跟精彩的讲评啊，我们谢谢副理事长。不客气。哎，好，待会就会进行了我们最后的颁奖典礼。
300的，明天200的会更紧凑一点。200的我们应该明天1、2点就结束了，所以会比今天更累。我相信你们一定也都是滑到最后几队，所以今天回去以后好好的睡个觉，明天再拼一次。谢谢大家。好，我们请世界龙舟联盟的副理事长冯建堂冯教练来帮我们致辞，严厉。那个我在主播台啊，下午啊，在主播台看大家比赛，然后好像比端午节要比的队伍啊，整齐的多了。所以到了5月啊，我发现大家滑的那个力道啊、整齐度啊都够，水准都够。应该不够水准的，不知道可以报这个比赛吧？所以呢，大家继续加油哦。然后接下来有参加世庄运的举手，应该都有参加哦。然后世庄运比完，马上接着要比龙舟哈。这个月等于是一个，世庄运比完就是比端午节的比赛，所以全部都在这个月。所以这个月是很重要，对你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比赛哈。然后端午节是有奖金啊，对不对？然后世庄运呢，有什么？奖牌啊，那也要你拿得到啊。可以啊哈，好，大家加油，大家都可以啊，谁拿不到？好，大家继续加油啊，明天继续加油啊，早点睡啊。好，我们待会请龚教练帮我们颁发女子组哈，来先颁发女子组的季军是我们的简单滑。麻烦各队先把奖牌拿出来哈，一个人一个奖牌。那可以的话把奖牌打开哈，这样挂起来更好看。好看前面哦，来简单滑女子龙舟队。好，谢谢。那拿到奖牌先不要走，我们等一下最后大合照哦。好，谢谢。接着颁发亚军是我们的广陵工程。奖牌一个人拿一面哈。他们最辛苦了，一路从第一场滑到最后滑了4场，滑最多场次5场，1、2、3，哦对，5场，滑最多的队伍就是你们了，辛苦了。来，再过来一点，冯教练的右手边也可以站人啊。看前面来，1、2、3，再一张，1、2、3，好，谢谢。麻烦请旁边稍微等一下，我们最后一起合照哈。来，最后颁发团体的冠军是我们的台湾拥抱。
来，谁要负责拿奖杯的队长吗？来，其他的选手们往这边靠近一点。来，靠近一点哈，来看前面哦，来1、2、3。好，谢谢，麻烦你。好，我们等一下，先旁边稍微等一下，我们等全部组别一起颁完拍大合照哈，谢谢。接着颁发男子组，首先颁发的是季军旭元人。我们奖牌一人拿一面哈，然后最好把它都打开，可以。那等一下，没有，等。你来，娃娃来，好 ，OK， 好，我们靠近一点，麻烦那个纪念品 BCAA， 等一下哈，纪念品直接拿进来，就一起拍照。季军的，季军不是5条吗？也感谢我们那个红牛生机哈，这个明天吃的比赛那个状态会更好。来看前面哦，帮我露出一下哈，感谢。来看这边哦，1、2、3，好，等一下女子组的3队也先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取那个物资好了。接着颁发男子组的亚军是真理大学。男子组等一下哈，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拍大合照，请稍微等一下。旭元的伙伴，我们感谢红牛赞助我们 BCAA 这个能量胶哈。来，奖牌一个人帮我发一面啊，奖牌一人发一面。奖牌在后面，奖牌帮忙分一下。好，那队长是谁？负责拿奖杯的是谁？好，来，旁边这边再站一个人，不然你们挤不下去。好，来，看这边哦，1、2、3。好，谢谢。那旁边稍微等一下，我们一起拍大合照。接着是男子组的冠军是我们的 Hooksball。一个人拿一面奖牌哈，我们到旁边拍照。然后领完奖牌的队伍先等一下再离开，我们最后拍大团体照。来，负责领奖杯的队长是谁？来，旁边的选手赶快拿到奖牌，赶快拍好哈。好，来看前面哦。看前面哦，来1、2、3，好，
好，谢谢。然后我们旁边稍作等待，我们等一下一起拍大合照。接着颁发混合组季军是我们的广陵工程，我们请台北市龙舟协会的陈文尚理事长来颁发。我们也感谢那个红牛赞助我们 BCAA。那各队的选手证请务必保留哦，因为明天200公尺还会继续用到哦。好哦。不然后面就。来进来一点，靠近一点，不然这样很难拍，不好看。往前一点，再进来一点，再进来一点，再进来一点。好，来，1、2、3，好，谢谢。那麻烦我们旁边稍微等一下拍大合照。接着颁发混合组的亚军是我们高旺罗斯，来自高雄的高旺罗斯。来，那个选手这边再站一点人，这边人太多了，一些人移来这边，一些人移到那边去。这边人太多了，一些人移到那边去。好，来看前面哦，看前面，来1、2、3，好。好，谢谢。那旁边稍微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拍团体大合照。接着颁发团体冠军是我们的铭传续员蓝鲸。那刚好呢，这么多组奖杯，就人家奖杯摔到坏掉了，之后再补给你们，先这样拍照，之后再补给你们。进去，先拍照，我们会再重新补一面给你们。奖牌一个人拿一面哦，奖牌，同学要记得拿奖牌，奖牌一个人拿一面。然后有点人多，前面的话可以蹲的就蹲。个子高的建议往后去。奖牌还没有声音，没拿奖牌，尽量靠近一点。来，老师麻烦带一下选手进来一点，进来一点。来，女生这边，我们这边再稍微进来一点。后面高个子可以在后面一点，对，好，来，好，靠近一点哦，看前面，好，来，1、2、3，好，谢谢。那请所有的队员，请所有的得奖的队，我们请进来，我们来拍团体大合照。好了，我们续约人，我们的广陵以及 Hooksport， 我们进来，都进来，我拍大合照。拍大合照了，进去，都快，快点把握时间，赶快大家可以回家休息哈。明天还有剩半天的赛程，快，进来。
我们麻烦前面的手机的摄影师，我们往后一点好不好？我们在那个摄影师的后方，你这样拍得到吗？对，所以你可能要下来往后移。等一下哈，我们等 ，OK。有点难拍耶，来。等一下先看小倩，等一下看我哈。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好来，等一下哦，好来看我，看我这边，我从斜的拍广角哈，来看我这边，1、2、3。好，感谢大家，谢谢，明天200公尺继续这样。也麻烦各位回去休息区的时候，请协助将垃圾。好，那今天的转播服务呢，在经历了47场精彩的比赛之后呢，到此也准备要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播杨东远，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明天还有200公尺的精彩赛事，我们期待再相见喽，拜拜。
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陈慈慧，邀请大家一起来为精神杯龙舟选手加油。